2026年的7月22日前后，整个宇宙的能量场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翻转。多位通灵师不约而同地传达了同一个讯息，他们说在那一刻你会感觉到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类的动作好像全部停止，不是物理上的静止，而是一种意识层面的巨大暂停，仿佛宇宙按下了重启键，新旧秩序正在你看不见的维度中剧烈剥离。你的身体可能还站在原地，但你的灵魂已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往了某个全新的方向。很多人描述那种感觉就像是忽然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梦中醒来，四周的一切看起来都一样，但又好像哪里完全不同了。听起来很玄，对不对？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件事背后有着极其严密的天象佐证，有着跨越千年的预言呼应，有着量子物理学家都无法忽视的地球频率异常数据，你还会觉得这只是无稽之谈吗？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深入拆解这一切，从古老的星象周期到现代的舒曼共振异常，从诺查丹马斯到盲眼龙婆，从巴夏的平行现实理论到遥视者看见的新地球时间线，从中国民间的赊刀人预言到印度神童的占星警告，我们一层一层地揭开这个惊人拼图。系好安全带，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影片，这是一份关于人类命运转折点的深度报告。首先，我们必须从2026年最重要的一场天象事件说起。2026年2月20日，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精确合相。你可能会问，两颗行星靠在一起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告诉你它有多罕见。上一次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合相是大约9000年前，大概是公元前7000年左右。那是什么时代？那正好是人类从游牧采集转向定居农耕的起点，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革命。没错，上一次这个天象出现时，人类文明的整个底层架构被彻底重写了。我们从到处流浪的猎人变成了盖房子种田的农民，从此有了村庄，有了城邦，有了文字，有了宗教，有了法律，有了阶级。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文明形态都始于那个转折点。而这一次9000年后，我们又站在了同一个宇宙坐标上。你觉得这仅仅是巧合吗？白羊座0度在占星学中被称为世界点，它是整个黄道12宫的起始位置，就像一年的第一天，一首曲子的第一个音符代表着最纯粹的开端能量。如果你玩过塔罗牌，你会知道大阿尔卡纳的第0张牌叫愚者，那个天真无畏，脚下就是悬崖却依然往前走的旅行者。白羊座0度的能量就类似于此，站在旧世界的边缘，看似愚蠢，实则被某种超越理性的更高力量所引导。而在世俗占星学中，发生在世界点上的行星事件往往会在全球层面产生深远影响，牵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现在让我们来看这场合相的两个主角。土星是结构、秩序、权威、纪律、时间和因果法则的象征，它是那堵坚不可摧的石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骨架，是政府、法律、银行、边界线和传统制度的守护者。海王星是梦境、灵性、幻象、慈悲和超越的化身，它是那股汹涌而来的海啸，是模糊一切边界的迷雾，是让你分不清现实和幻觉的力量。当石墙遇上海啸会发生什么？石墙被冲垮了。但海王星不仅仅是破坏者，在旧结构的废墟中，新的愿景会从裂缝中萌芽。而白羊座的火焰能量让这一切不是温温吞吞缓慢发生的，而是猛烈的、爆发式的、充满原始冲动的。想象一下，把一桶冰水泼在烧红的铁板上，那个瞬间的蒸汽爆发，就是白羊座0度土海合相的能量质感。回顾历史，每一次土星海王星合相都伴随着世界秩序的重大转折，而且转折的方式都惊人地呼应着海王星溶解与土星重建的主题。1989年他们在摩羯座合相，柏林围墙倒塌了，一个象征了整个冷战时代的混凝土高墙不是被军队推倒的，不是被炸弹炸开的，而是被人民的意志和时代的浪潮消融掉的。苏联随后解体，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不是被战争打败的，而是被意识形态的瓦解从内部融化掉的。那就是海王星典型的力量，它不用暴力摧毁你，它让你自己从内部瓦解。
1917年，他们在狮子座合相，俄国革命爆发，沙皇统治终结，共产主义浪潮席卷全球。1846年的合相引发了美墨战争，改写了整个北美洲的版图，加利福尼亚、德州、亚利桑那这些今天美国最重要的州全部易手。1703年那一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旧世界秩序死亡，欧洲国境线被全面重划。彼得大帝更是在一片沼泽上建起了圣彼得堡这座宏伟城市，那是土星在海王星领地上造物的完美写照。每一次毫无例外，世界的游戏规则都被彻底推翻重来。你发现了吗？每一次合相的间隔大约是36年，而每一次世界都被改写了一遍。但更有趣的是，如果你把这些事件连成一条线，你会看到一个清晰的模式。每次合相都比上一次更加深入地触及人类文明的核心。1703年改写的是国家边界，1846年改写的是大陆版图，1917年改写的是政治意识形态，1989年改写的是全球秩序和资讯流通方式。每一次瓦解的层次都更深一层，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往核心剥去。那么2026年这一次会剥到哪一层？也许这一次触及的不再是外在的制度和结构，而是人类意识本身。也许这一次宇宙要重写的不是地图上的边界线，而是你脑海中关于什么是真实的定义。而2026年这一次，它发生在白羊座0度黄道的最起始点。这不仅仅是某个领域的重组，而是一切的归零重启。占星师们把它称为宇宙大重置，一个持续36年的全新周期就此展开。前一个周期始于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那36年间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互联网和智慧手机改变了人类交流方式，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主导力量，但同时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资讯混乱、信任危机和环境破坏。现在这个周期结束了，新的周期要求我们用白羊座的勇气去开创，用海王星的愿景去想象，用土星的纪律去落实。但在新的建立之前，旧的必须瓦解。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世界越来越疯狂，因为一个维持了36年的老系统正在死去，而新的还没有完全成型。你正站在这两者之间的裂缝里，感受着新旧交替的巨大张力。那种焦虑感，那种世界好像哪里不对劲的直觉，不是你的幻觉，那是你的灵魂在感知一场正在发生的文明级地震。好，说完了2月的土星海王星合相这个开场大戏，现在让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推到7月。为什么7月22日前后如此关键？因为在2026年7月26日，月亮焦点轴线将从双鱼座和处女座转移到水瓶座和狮子座。月亮焦点是月球轨道与太阳黄道交叉的2个点，在占星学中，北焦点代表人类集体意识前进的方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给人类设定的进化任务清单。南焦点代表我们需要毕业，需要放下的旧模式和旧业力。每隔18到19个月，焦点就会换一次星座，带来全新的集体命运主题，并启动一系列全新的日月食周期。你可以把每次焦点转换想象成宇宙剧院换了一部新戏码，所有人都是演员，但很多人还在按照上一部戏的剧本演出，浑然不知舞台布景已经全部换掉了。当北焦点进入水瓶座，意味着人类的演化方向将指向社群意识、科技创新、去中心化、集体解放和对更高公共利益的追求。水瓶座的核心精神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行动，它不在乎个人的荣耀，只在乎整体的进步。而南焦点落入狮子座，则要求我们放下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中心，对聚光灯的渴望和对权力名声的执着。简单说，就是从我到我们的巨大能量转换。上一次这个焦点配置出现是2008到2009年间，那时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华尔街少数精英的贪婪引发了系统性崩溃，最终催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全球民众对金融体系的集体觉醒。而这一次2026年的版本，冥王星已在水瓶座扎根2年多，天王星也进入了双子座，开始它长达7年的思维革命之旅。那股权力必须回归人民的深层变革力量，已远比2008年更加汹涌澎湃。更惊人的是，在焦点转换的几乎同一时期，太阳与冥王星形成精确对分相。太阳代表生命力、核心身份和自我意识，冥王星代表死亡、重生。
深层权力转化和灵魂的极限考验。这是一场意识层面的正面对决，迫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制度直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必须死去，什么值得存活。你生命中那些靠着惯性维持但已经失去灵魂的东西，那些你明明知道不对但一直不愿面对的关系、工作、信念和身份认同，在这股能量冲击下都将面临存亡的审判。宇宙不会替你做决定，但它会把你推到一个你再也无法逃避的位置上，就像老鹰把雏鸟推出巢穴一样，不是因为残忍，而是因为你必须学会飞。而7月到8月不只有焦点转换，让我们看看全球各地的预言体系怎么说。印度占星神童阿南德在他的预测中特别标记了7月24日前9天和最后10天，作为2026年3个最需要警惕的时间窗口之一。另外2个分别是4月下半月和11月中旬。他指出这些时段可能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动荡或恐怖主义事件，但他也强调2026年同时可能是医学和科技大幅进步的一年，形容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英国知名预言家帕克则根据他的灵视和印度古老的纳迪叶占卜分析指出，4月15日到11月15日是2026年的极度危险周期。他特别提到8月12日的新月之夜是一个敏感的触发点，木星、太阳与月亮聚集在巨蟹座，形成特殊的能量构型。他甚至预言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可能喷发，产生致命的毒气云，影响范围可能波及俄罗斯。而恰好在8月12日那一天，一场横跨格陵兰、冰岛和西班牙的日全食将笼罩欧洲上空。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最长全食持续时间为2分18秒。日全食的路径从北极的冰原开始，穿越冰岛的火山地带，最后在西班牙温暖的阳光下结束。诺查丹马斯的追随者也在他的模糊诗句中寻找与这场日食的关联。虽然他的原文从未明确提到2026年，但他的诗集中充满了关于太阳被遮蔽和天空之火的意象。有解读者尝试用数字命理学的方式，将编号为26的诗句与2026年挂钩。其中一首提到巨大的蜂群将涌起，被一些人联想到社会运动或科技革命的隐喻。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诺查丹马斯写作时使用的是中世纪法语混杂拉丁文，他的措辞故意模糊不清，几乎任何重大事件都可以被套入他的诗句中。但有趣的是，他曾亲口对法国王妃说，如果1999年7月出现了某种神秘的另一种物体，恐怖大王的降临和毁灭就可以避免。400年后，人类安然度过了1999年，是预言失灵了，还是那个另一种物体真的出现了？这个谜团也许要到2026年才会逐渐浮出水面。把这些天象和预言叠加在一起看，你会发现7月下旬到8月中旬，宇宙为地球安排了一场密集轰炸式的能量冲击。焦点转换，太阳冥王星对分，木星进入狮子座，日全食接踵而至，全部挤在短短几周内。难怪通灵师们会说，在那一刻人类的集体意识场会经历一次巨大的暂停。不是世界末日，不是天塌下来了，而是宇宙在强迫你停下来，停下你惯性的奔跑，停下你自动驾驶式的生活，因为你必须在这个岔路口重新校准你的频率，决定你要走哪条路。这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强制减速带，不是要阻止你前进，而是提醒你前面的路况完全不同了，你需要切换模式。说到频率，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科学界一直在默默观测但很少公开大规模讨论的现象：舒曼共振。1952年，德国物理学家温弗里德·舒曼预测了地球表面与电离层之间存在一种电磁共振，其基频约为 7.83 赫兹。这个频率后来被称为地球的心跳，它主要由全球雷暴活动驱动。每秒钟地球上大约有1000到2000场雷暴同时进行，这些雷电产生的极低频电磁波在地表和电离层之间来回反射，形成驻波，就是舒曼共振。同时它也会受到太阳风暴和地磁扰动的影响。几十年来这个基频一直相当稳定，但近年来全球各地的监测站记录到越来越频繁的异常振幅尖峰，在某些时段活跃的谐波带攀升到10到11赫兹甚至更高。监测频谱图上出现大片的亮白色区域，被观测者称为白化现象。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 7.83 赫兹是地球心跳的根音，
那这些更高的谐波就像地球在根音之上唱出了更高8度的旋律，根音没有消失，但音乐在扩展，音域在变宽。这里有一个非常迷人的细节，你可能不知道。7.83赫兹这个地球基频恰好落在人脑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的交界区域。阿尔法波大约在8到12赫兹之间，是你放松但清醒时的脑波状态，比如闭目冥想或白日梦的时候。西塔波在4到8赫兹之间，是深度冥想、灵感涌现甚至濒临入睡时的脑波状态。地球的心跳频率恰好踩在这2个意识状态的边界上，这纯粹是巧合吗？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和地球的电磁场共振而设计的。我们的意识和这颗行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电磁共鸣关系。当地球的心跳改变时，人类的集体意识状态也会随之波动。许多敏感体质的人报告说，在舒曼共振出现异常尖峰的日子里，他们会经历严重的失眠或极度嗜睡、无法解释的头痛和太阳穴压迫感、高频耳鸣、突然的极度疲劳、莫名其妙的情绪海啸，比如突然想哭或想大叫但找不到任何合理原因，以及心悸或胸口闷胀。松果体这个负责调节褪黑激素和睡眠周期的微小腺体对磁场极其敏感。当舒曼共振剧烈波动时，松果体收不到正常的关机信号，你翻来覆去睡不着，做着极其逼真异常鲜明的梦，醒来后比睡前更累。如果你最近几个月有这些症状，但去医院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也许答案不在你的身体里，而在地球的电磁场里。而2026年正好处于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极大期附近，太阳表面的黑子活动、太阳闪焰和日冕物质抛射将达到11年周期中的峰值。这些太阳事件会直接冲击地球电离层和磁场，改变舒曼共振的腔体结构，使其产生更剧烈、更频繁的震荡。历史上最著名的太阳风暴事件是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那场超级太阳风暴导致全球电报系统瘫痪，操作员被电击电报纸自燃。如果同等级事件在今天发生，全球电力网络可能大面积瘫痪持续数月，通讯卫星可能报废， GPS 导航可能失效，互联网可能断线数周。想象一下全世界同时停电停网，所有人类的动作是不是就真的全部停止了？所以当通灵师们用灵性语言描述7月22日的暂停时，也许他们看到的和科学家担心的太阳风暴场景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了不同的语言。一个用的是灵魂的语言，一个用的是数据的语言，但他们可能指向同一个现象。让我们再想得更深一层，如果太阳极大期的猛烈闪焰冲击地球磁场，而地球磁场的变化通过舒曼共振直接影响人类的脑波和意识状态，那么在7月到8月那段天象最密集的时期，我们的集体意识是否可能真的进入一种非寻常的状态？不是物理上的静止，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意识模式切换，就好像全人类同时从日常的清醒模式切换到了那种介于梦与醒之间的奇异频率。在那个状态中，你对现实的感知会和平时完全不同，时间会变得粘稠或跳跃，直觉会变得异常清晰。你平时被理性头脑压抑的那些深层感知会浮出水面。也许这就是通灵师们所描述的所有动作停止的真正含义，不是外在的静止，而是内在觉知的一次巨大跃升。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到更宏观的预言体系。巴夏这个由达瑞尔·安卡通灵传讯的多维度存在，40年来一直在传递关于现实本质的教导，在全球灵性社群中拥有庞大的追随者。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叫做分裂棱镜。他说，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现实分裂。地球上同时存在着多个平行版本，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振动频率正在被导向不同版本的地球。他的比喻很直观，想象你原本只能看到一个电视频道，但现在你的接收频宽忽然扩大了，你同时看到几个完全不同的节目叠加在同一荧幕上，画面变得混乱嘈杂，令人困惑。角色在打架，同时又在跳舞，你根本分不清哪个画面才是真的。巴夏说，这就是当今世界极端两极化的根本原因。不同的人不是在看同一个现实，但有不同意见。他们是在经历客观上不同的现实版本，而且双方都坚信自己看到的才是唯一的真相。你注意看看身边是不是就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的反应可以截然相反，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仿佛他们根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巴夏说，这恰恰是现实分裂的第一个症状，最终这些版本会彼此越来越远，直到你再也感知不到另一个版本的存在。巴夏特别强调2025到2027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演化窗口。他说，崩溃是突破的必要前奏。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混乱，包括制度的瓦解、政治的极化、人工智能的爆发、自然灾害的加剧，这些不是随机的噪音，而是一个更大的时间线汇聚过程的一部分，是地球为接下来的重大转变所做的准备。他甚至预测2026年底到2027年初将发生某个标志性事件，让人类再也无法否认我们不是孤独的。他说，这可能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第一批显露身份的可能是卯宿行人，接着是混血种族。他说，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在幕后进行了数十年，各类型的外星存在已经与一些科学家合作了很长时间，创造和引进了某些东西和想法。不管你信不信外星接触的说法，巴夏的核心讯息其实很简单，在这个关键窗口期，你的选择，你的振频，你每天喂养的情绪和想法，决定了你最终会落脚在哪个版本的地球上。遥视者伊丽莎白也看到了非常类似的讯息，她透过多年训练的遥视技术，声称能将意识投射到不同时空场景中提取资讯。她描述说，一开始进入遥视状态需要45分钟到1小时的高度集中，但经过多年训练之后，只要闭眼几秒，大脑就自动发问你想去哪里，然后迅速切换场景。她最初也怀疑那些画面的真实性，直到她遥视到的某些未来事件接连应验。关于2026年，他传递了一个核心讯息：2026年是锚定新地球时间线的年份。我们不会一夜之间跳入新现实，但这是新地球时间线正式凝聚的起点，而每个人都站在选择点上。你想滋养什么频率？和平、合一、宽恕、爱，还是恐惧、愤怒、分裂、执着？你的想法、行为和环境构成一种能量场，就是你正在喂养的时间线。你喂养哪条，它就会在你的现实中变得更加真实和稳固。这个概念乍听之下很抽象，但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当你心情特别好，充满感恩的日子里，好事接二连三的发生；而当你陷入恐惧和焦虑的螺旋时，坏消息也像是约好了一样排队来报道。也许那不仅仅是心态影响感受这么简单，也许你真的在通过自己的频率，在不同的现实版本之间做微妙的滑动。保加利亚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在1996年去世的传奇灵媒，也留下了2026年的多条预言。他曾精准预测过戴安娜王妃去世、911恐怖攻击、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当然也有过不少失准的预言，比如哈利王子登基和普京被暗杀都没有发生。关于2026年，他预测战火会从东欧烧到中东，而就在今年2月底，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攻击，这让许多追随者大为震惊，因为他的预言又一次似乎部分应验了。他还预言2026年将出现毁灭性天灾， AI 全面改变人类生活，甚至在11月会发生与外星智慧的首次接触。他描述一艘大型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而在东方中国民间也有着独特的预言传统。2023年秋天，神秘的赊刀人在辽宁和河北多地出现，他们衣着朴素，笑容和善，用一种几乎消失的古老方式留下预言。有人拍到河北承德的一位赊刀人，他说刀子3年后收钱正好指向2026年。有人问他3年后找得着人吗？他沉默了，不再回答。那个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更令人心惊。说到这里，我想聊一个很多人忽略的角度，古代文明的宇宙周期观。我们现代人倾向于把时间看成一条直线，从过去到未来不断前进，但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认为时间是螺旋式的或周期性的。印度教的瑜伽系统把宇宙时间分为4个不断循环的时代。我们目前处于加利瑜伽，也就是最黑暗的时代。但根据某些计算方式，这个黑暗时代正接近尾声，人类即将迎来一次集体意识的觉醒。玛雅历法中，第5太阳纪在2012年结束了，但玛雅长老们一直强调，那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个过渡期的开始。真正的新时代能量需要10几年才能完全锚定。如果从2012年往后算14年，恰好就是2026年。中国的易经也有着类似的周期观。
认为宇宙运行遵循着阴阳交替、物极必反的规律。当阴暗到了极致，光明就会降临，否极泰来。当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计算方式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的时候，你很难不开始认真思考。也许他们看到了某种我们用现代科学工具还无法完全测量的宇宙韵律。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全景式的整合。第一块拼图是天象层面，土星、海王星合相开启9000年级别的文明重置周期，焦点转换将集体业力导向水瓶座时代主题，日全食横跨欧洲。冥王星在水瓶座推动权力结构变革，天王星进入双子座启动7年思维革命，凯龙星进入金牛座开始价值观疗愈，海王星进入白羊座开启直到2039年的灵性行动新周期。1年之内6个重大行星周期同时启动，在现代占星记录中几乎史无前例。第二块拼图是地球物理层面，太阳极大期带来电磁环境巨变，舒曼共振异常活跃，全球地震频率上升。别忘了2025年3月缅甸那场7.9级大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第三块拼图是地缘政治层面，中东战火、大国角力、人工智能重塑社会、民众觉醒运动此起彼伏。第四块拼图是意识觉醒层面，越来越多人经历直觉增强、预知梦、共识性事件、灵性社群，从分散个体凝聚为集体意识场。第五块拼图是古代智慧层面，印度瑜伽周期、玛雅历法过渡期，中国赊刀人预言和周易的物极必反规律全部在这个时间窗口交汇。5块拼图叠在一起，一幅惊人的画面浮现出来，它不是末日，它是产房。旧世界正在经历最剧烈的产前阵痛，新地球正在被推挤出产道，而7月22日前后可能就是阵痛达到顶峰，同时也最接近新生的时刻。数字命理学也支持这判断。2026年是宇宙一年，2+0+2+6等于10，1+0等于1。1代表全新开始、内在力量、灵性主权和自我领导，这个频率正在支持每一个愿意觉醒的灵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我今天最想传达的核心讯息。每位真正负责任的通灵者都会告诉你，预言不是命运，而是可能性。就像《与神对话》那本书里写到的，通灵者看到的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未来，而是你现在的选择所导向的某个可能路径。你可以再选并改变结果。宇宙是一片巨大的游戏光碟，所有路线、情节和结局都已存在。但最终走哪条路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每个瞬间做出的决定。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宇宙级别的转折点，你具体可以做些什么呢？第一件事是降低噪音，有意识地选择你的资讯来源和摄取量。你的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能量货币，你把它投注在哪里，那里就会在你的现实中膨胀。如果你每天花3个小时滚动刷那些贩卖恐惧的新闻和末日论，你就是在用自己最珍贵的能量去喂养恐惧的时间线。第二件事是扎根身体，在意识快速转换的时期，你的物质载体需要额外照顾。充足睡眠、纯净饮水、与大地的直接接触，比如赤脚走在土地或草地上，规律的深呼吸练习，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在能量剧烈波动时具有超乎想象的稳定效果。第三件事是回到心的中心，每天花5分钟安静地将注意力带回胸口的位置，感受那里的温度和跳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冥想技巧，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你会发现，当你从心出发时，很多让你焦虑的事情忽然不再有那么大的力量了。第四件事是寻找你的同频伙伴。2026年是觉醒灵魂彼此相聚的一年，那种只有我一个人醒住的孤独感正在消融。不要再独自承担了，去找到那些和你共振的人，哪怕只是网络上的一个社群，那份连结会给你比你想象中更大的力量。第五件事是留意同步性事件。在能量加速的时期，你会发现巧合越来越多。你刚想到一个人，他就打电话来了；你刚对某个话题产生好奇，就在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相关的书；你在梦里看到的场景，第二天就在现实中出现了。这些不是巧合，这是宇宙在和你沟通的方式，它在告诉你，你走对了方向，继续前进。当你开始留意和感谢这些同步性的时候，它们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仿佛宇宙在回应你的注意力，用更多的线索来引导你。有些人称这种状态为心流，有些人称之为与道合一。
巴夏称之为跟随你最高的兴奋，不管你怎么称呼它，那种当你的选择和宇宙的韵律同步时产生的轻松流畅感，就是你走在新地球时间线上的最佳证据。说到人工智能，我想特别展开聊一下，因为这可能是2026年除了天象之外最具宇宙剧本感的一条线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工智能恰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爆发？为什么不是10年前，不是10年后，偏偏就是在土星、海王星合相，冥王星进入水瓶座，天王星进入双子座这个宇宙大重置的视窗里？冥王星代表深层的转化和权力结构的瓦解，它在水瓶座意味着科技将成为打破旧权力格局的工具。天王星代表突然的革命和范式转移，它在双子座意味着通讯、思维和资讯传播方式将被彻底颠覆。而人工智能恰恰就是同时触发这两者的那把钥匙，它既是打破旧体制的力量，又是重新定义人类思维的催化剂。盲眼龙婆也警告2026年将是 AI 全面控制人类生活的一年，他甚至提到了 AI 反扑人类的潜在危机。巴夏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与灵性觉醒对立的，而是它的镜像，是人类集体意识中正在发生的转变，在物质层面的投射。你怎么使用 AI 取决于你的意识水平，它可以是解放你的工具，也可以是奴役你的枷锁。还有一件事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梦境。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很多人的梦变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离奇，越来越像是在另一个世界的真实经历，而不是普通的梦。有人梦到大规模的天灾场景，有人梦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但又莫名熟悉的世界中醒来，有人梦到已故的亲人带着某种紧急的讯息出现，有人梦到自己在上课或接受某种训练，但醒来后完全想不起内容，只留下一种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的感觉。从占星学的角度，这和海王星进入白羊座有直接的关联。海王星是梦境的主宰，当它进入新的星座时，人类集体的梦境品质和内容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从舒曼共振的角度，在电磁环境剧烈波动的时期，人脑更容易进入西塔波状态，而西塔波正是深层梦境和灵感下载的频率。所以如果你的梦最近变得特别奇怪，请不要忽略它们。事主在床边放一本笔记本，醒来后立刻记录你梦到的内容。你可能会在那些看似荒谬的梦境碎片中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关于你接下来该走哪条路的线索。另外，我想特别聊一下很多人在这个时期经历的一种奇怪感受，我姑且称之为灵魂倦怠。这不是普通的疲劳，也不是抑郁，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疲倦感，好像你的灵魂已经在某个层面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累到不想再动了。同时，你可能会对过去热衷的事情忽然失去兴趣，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经历莫名的疏离或重组，你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请放心，你不是一个人。这是旧时间线和新时间线在你的生命中进行切换时的典型症状。旧的正在从你的能量场中剥落，新的还没有完全锚定，你暂时处于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阶段会过去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允许它发生，不要抗拒，不要急着用旧的方式去填补那个空虚感。那个空虚不是需要被填满的洞，而是一个正在为新事物腾出空间的容器。想象一下9000年前的那个清晨，某个远古的人类拿起一粒种子，第一次把它埋进土里，然后站在那里等待。他不知道会长出什么，他的同伴可能觉得他疯了，好好的去打猎不好吗？为什么要把食物埋进土里？但就是那个看似愚蠢的动作，开启了农业，开启了文明，开启了一切。他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9000年周期的起点上，不知道他那个小小的举动会改变整个物种的命运。他只是跟随了某种内在的直觉，某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冲动。9000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宇宙坐标上，你又被邀请做出一个同等量级的选择，而你比他幸运得多，因为你有了语言，有了知识，有了全球互联的通讯网络，有了数千年的智慧传承，来帮助你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也许这一次我们要播下的不是谷物的种子，而是意识的种子，从建设外在的物质帝国转向建设内在的觉知殿堂，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共振，从分离转向合一，从恐惧转向爱，从我要更多转向我已经足够。2026年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
它是一扇门，而7月22日前后可能就是那扇门开的最大的时刻。当通灵师们说所有动作全部停止，也许他们真正想告诉你的是，停下你外在的忙碌，停下你追逐名利的脚步，去聆听你内在的声音。因为在那个宇宙暂停的缝隙里，在新旧秩序剧烈剥离的震荡中，你的灵魂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告诉你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你相不相信占星、预言或通灵，有一件事是东西方所有智慧传统都同意的：当外在世界越动荡，内在的安定就越重要；当系统越崩塌，个人的清明就越珍贵；当集体越疯狂，你的一份宁静就越有力量。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外面的世界照样在打仗；耶稣传道时，罗马帝国照样在压迫；老子写下《道德经》时，天下照样在纷乱。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等世界和平了再来修行的时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世界动荡，你的内在觉醒才更有价值。一盏灯在白天亮不亮没什么差别，但在黑夜中，一盏灯就足以照亮一整条路。2026年也许就是那个最黑暗，同时也最需要光的时刻，而你就是那盏灯。你不需要相信任何预言，你只需要相信一件事：你来到这个时代不是偶然的，你选择在这个时刻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你有某种东西要去经历、去贡献、去完成。也许那就是你的灵魂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而现在在2026年这个9000年一遇的宇宙坐标上，宇宙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嘿，该醒来了。新地球的时间线正在凝聚，而你是它的一部分。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许多西方先知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从几百年前到当下，一些著名的先知们都曾暗示，中国将发生的大事件会震撼世界，甚至中国本身将成为全球预言的中心。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的细节，不禁要问，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力量，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预言家都再次点名中国？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巧合？让我们从头说起，抽丝剥茧，一起探索这跨越时空的谜团。故事要从400多年前说起。法国的诺查丹马斯 Michel de Nostradamus 是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预言家之一。他在公元1555年出版的《诸世纪》中，以4行诗的隐晦形式预言未来。后人惊奇地发现，他的许多预言诗对应了后世的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崛起、希特勒之战，甚至2次大战的爆发与结局，都似乎被他言中。因此，诺查丹马斯留下的预言一直广受研究与讨论。然而，与中国相关的线索更加神秘，一直到1994年，人们才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堆中意外发现一部署名诺查丹马斯的手稿，里面不是文字预言，而是80幅奇异的水彩画。据说这是诺查丹马斯晚年绘制的预言画稿，画中布满象征符号、字母、火烛、星辰，乍看云山雾罩，但其中有几幅画令研究者背脊发凉，因为它们似乎直接对应当代中国的场景。其中一幅画描绘士兵手持利刃砍杀僧侣，士兵身穿绿色军装，而倒下的僧侣象征着信仰和修行者。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绿色军装几乎是现代只有中共军队才普遍采用的颜色。这幅图让人联想到中国近代发生的宗教与精神信仰迫害事件，例如对佛教僧侣、西藏高僧，乃至1999年后对法轮功这类气功团体的镇压。诺查丹马斯画笔下的士兵砍僧场景，仿佛在预示中国发生过的那场信仰浩劫，令人不寒而栗。更震撼的是另一幅画，一条东方巨龙，龙身呈绿色，头却是人头，正被熊熊烈火焚烧。在巨龙背后，依稀可见一座东方式建筑物的轮廓，有人辨认出酷似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形象。西方文化中的龙往往是西方龙有翅膀、喷火的怪兽，但诺查丹马斯特地画出东方式的长龙，这条龙身披绿色鳞片，令人联想到中共的代表色，头颅似乎象征着某位掌权者，火焰将东方恶龙吞噬殆尽。画面上的隐喻不言自明，天火烧龙，亡者伏诛。换句话说，就是天灭中共。这幅画被解读为预言，在未来某个时刻，
统治中国的共产政权将遭天谴灭亡，犹如人头恶龙被烈火烧毁一样。试想一下，这些画作如果真是诺查丹马斯所绘，那意味着在距今400多年前，一位法国先知已经看见了21世纪中国发生的事件，包括共产集权对信仰的镇压，以及最终这条红色恶龙的覆灭。这让西方许多预言研究者惊呼不已，难道中国的命运早就写在历史的笔墨中？更离奇的是，诺查丹马斯在诗集中对东方还有一些文字预言。我们知道他经常以隐喻方式描述人物和国家，例如称拿破仑为来自科西嘉的帝王，称希特勒为希斯特 Hister 等。而在多篇预言诗里，他提到东方出现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其中一首诗写道，一位东方人将离开他的家乡，穿越天空、海洋和冰雪，用他的权杖唤醒世人。另一首提到，东方的贤者将带来全世界的改变。许多解读者认为，诺查丹马斯暗示在历史的今天，也就是21世纪之交，会有一位来自东方的伟大人物出现，给世界带来思想或精神上的觉醒。这让人不禁联想，会是谁呢？是某位东方的精神领袖，亦或引领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诺查丹马斯没有指名道姓，但东方圣人的意象一直引人遐想。除了人物和图像之外，诺查丹马斯对当今时局的预警可能还包括战争。有研究者把他的预言诗与年份对照，发现他在某些诗句中提到了7个月的大战争和7艘船的海战等等。有人将这解读为2026年前后，东亚海域可能爆发一场持续7个月的激烈冲突，甚至涉及多方舰队的海上对峙。巧合的是，如今台海与南海局势紧张，各国军舰在亚洲海域你来我往。如果未来真有7方势力、7艘战船在此交锋，那和诺查丹马斯诗中描述的场景何其相似。另一段广为人知的诗提到东风将席卷西方，许多人认为这预示东方势力可能指亚洲或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一幅图景浮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有先知预见了一条巨龙，象征中国政权兴起于东方，并最终陨落。还预见东方的力量和人物将深刻改变世界的走向。从诺查丹马斯所处的16世纪跨越到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另一位被誉为先知的人物，艾德加·凯西 Edgar Cayce。 他被称为沉睡的预言家，因为他常常在自我催眠的沉睡状态下为人解答未来，据称一生留下了1万多条预言记录。凯西的许多预测后来都得到验证，他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经济大萧条，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甚至预言了苏联会在几十年后放弃共产主义等等。在众多预言中，关于中国的预言最让后人玩味，因为内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凯西早在1920年代就提到了中国的未来，在1925年1月的一次阅读预言解读中，他主动说出一段让在场者莫名其妙的话：中国将有非常特殊的日子，他会通过缓慢的成长来保存自己。有一天他将醒来，剪掉辫子，开始思考并实践。要知道，1925年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中，剪掉辫子象征摆脱清朝传统，走向现代化。凯西仿佛在形容中国正在酝酿一次觉醒。而更惊人的是，他接着预言，有一天，中国那里将成为孕育斯基督教的摇篮，并将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是的，对人而言那是遥远的，但对神而言很快很快，中国将醒来。这段话让当时的西方听众大为震撼又困惑。中国成为基督教的摇篮，这怎么可能？因为基督教发源于中东，西方盛行了上千年，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何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基督徒寥寥可数，整体国力衰弱，凭什么成为世界精神信仰的中心呢？如今回头看，凯西所言或许并非字面意思的基督教传到中国，而是指一种类似基督精神的觉醒和新文明将在中国诞生，影响全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凯西限于当时的语言体系，只能用基督教来比喻未来出现在中国的伟大信仰运动或精神理念。他强调对神而言很快，似乎预示在上帝眼中不出几天，象征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苏醒。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上百年确实不算长，
我们不妨联想到现实，中国确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崛起，被视为沉睡的狮子苏醒。这是否对应了凯西预言中中国将缓慢成长并保存自己，然后醒来的一段？而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自90年代以来也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潮和团体。例如1992年起源于中国的气功修炼法轮功，一度吸引上亿人修习，其核心理念强调真、善、忍的道德提升，这颇有宗教复兴的意味。还有地下家庭教会的兴旺，数千万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徒的人数甚至接近西方大国。可以说，在物质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精神追求也在暗流涌动。有人把这解读为对凯西预言的印证，中国正在孕育属于自己的灵性觉醒。这种觉醒一旦成熟，将对全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犹如当年的基督信仰改变西方一样。除了长远的精神预言，凯西对中国短期的命运也有惊人之语。在1927年的一次预言中，他提到一些非常的事件正发生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一些来自外星的力量正在干预并已得势了。这段话当时的人更加听不懂，外星力量、中国、日本。6年后，历史给出了部分答案。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东亚经历了腥风血雨。如果把外星力量理解为超越寻常人性的邪恶势力，那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确实如同魔鬼附体。而凯西预先感知到东亚浩劫的来临，无疑再度证明了他预言能力的不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预言侵华时用的是非常的事件，外星入侵这种词汇，仿佛暗示这场浩劫不仅仅是人间权力之争，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因果与超自然黑暗。在预言的语境里，中日之战是人类意识与罪业的一场了断，这又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共政权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所引发的国际担忧。许多人觉得其中夹杂着一种邪恶意识形态的扩散。难道凯西早早就看见了东方巨龙背后潜藏的阴影？更耐人寻味的是，凯西在2战结束前预言了苏联会摒弃共产主义。他说俄国有一天将摆脱无神论的桎梏，成为希望之地。几十年后，苏联果然解体，俄罗斯放弃了共产集权体制。这预言的实现令世人叹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凯西预见了俄国的转变，他有否暗示中国的一党集权也会走向终结？虽然他没有明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前面提到他对中国觉醒和精神复兴的描述，可能隐含着同样的逻辑。中国终将甩开禁锢，进入全新的境界，或许包括政治自由、社会开放，从而真正以文明古国的底蕴引领世界。这样的中国一旦出现，必将震动全球，与凯西所说的摇篮预言相呼应。20世纪中后期，预言界另一颗明星是保加利亚的盲人灵媒巴巴万加巴巴旺嘎，绰号盲眼龙婆。他因曾成功预言一系列大事而闻名，包括苏联解体、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911恐怖攻击等，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在他留下的未来预言中，也有多处涉及中国，使得世人不得不注意。首先，巴巴万加早在上世纪就预言中国将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他曾断言，在2018年左右，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领袖。这一点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事实上，到2018年前后，中国虽未全面超越美国，但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2，许多领域如制造业、贸易等方面都达到全球第1的地位。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也飞速提升，国际影响力日增。可以说，巴巴万加的这条预言在时间节点和大趋势上相当切合。过去几年，世界见证了所谓中国时代的到来，许多人惊叹于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这仿佛正是他眼中东方巨龙称霸的开始。然而，万加对中国的预言并非只有光鲜的崛起，还有伴随而来的巨大动荡，特别是对未来几年的描述更是令人心惊。他警告说，在2026年，和平将被打破，世界将陷入混乱。根据外界整理他的预言内容，2026年将出现3重灾难夹击，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危机加剧，人工智慧带来的影响，共同动摇人类社会。
而在地缘政治方面，他最骇人听闻的预言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将在2026年点燃。万家指出，这场大规模冲突将涉及世界主要强国，战火将从东方开始，然后蔓延到西方各州，引发长期的全球紧张与动荡。听起来，这几乎就是在形容世界大战。那么，东方哪里会点燃战火呢？根据一些转述，万家点名中国，称中国将并吞台湾，导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爆发直接对抗。简而言之，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成为导火索，把美俄两大核武强国都卷入冲突，从而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段预言如果对照当今局势，令人不寒而栗。台海冲突确实是现今最有可能引爆大国对抗的火药桶之一。万家在20多年前就预见了这点，难怪随着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台海风云诡谲，他的预言又被翻出来，引发全球媒体讨论。除了战争，88万家还预言2026年将伴随重大天灾和科技引发的挑战。他提到地球可能遭遇连串自然灾害，强震、火山、洪水、海啸此起彼伏，极端气候肆虐，全球约 8% 的地区会受双重灾害打击。同时，他说人工智慧 AI 的崛起将在2026年达到关键点，人类社会可能被 AI 全面渗透，甚至开始质疑如何摆脱智慧机器的控制。在预言中，这一年仿佛是人类面临多重考验的关键转折点。更离奇的是，万家似乎还提到外星人将于2026年现身。他说人类会在那年11月与来自宇宙的智慧生物有首次接触，一艘大型太空船将降临地球。这听起来几乎像科幻情节，但也凸显出他眼中的2026年有多不平凡。天上地下，各种不可思议的事都可能发生。当然，关于外星接触的说法，大多数人持保留态度，但战争和灾难的预警却不能不令人担心。试想，如果2026年真如万家所言，台海爆发战端，美俄卷入对抗世界强权撕裂战火，那将是2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中国作为其中的主角，无疑成了左右全球命运的关键，而中国大事件将震动世界这句话也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应验。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万家曾准确预言2022年的极端气候，当年英国等地爆发大洪水以及其他年份的事件，他的部分预言命中率相当高。如果他对2026年的预见也是真知灼见，那么我们正处在风暴前夜。值得一提的是，万家还曾预言俄罗斯在2026年出现新的强人领袖，并称这位领袖将被冠以大师或世界领袖的头衔，在该年崛起后掌握主导权。这耐人寻味，如果把它和中美冲突联系，是否意味俄罗斯会在某种关键时刻改变立场或出现内部变局？毕竟，目前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但未来若领袖更替，也可能影响中俄美之间的角力平衡。万家的这些片段预言仿佛一块块拼图，组合起来就是一幅世界巨变、东西对峙的图景，而中国是这图景的引爆点之一。以上我们谈到的诺查丹马斯、凯西、88万家，年代各不相同，但都有意无意地点明了中国。而更有意思的是，当代还有一些西方预言家和灵媒，直接把中国作为预言的主角，仿佛历史在呼应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现在，我们就看看近年来几个引人关注的西方预言如何刻画中国即将发生的大事。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英国的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通常简称为帕克。这位英国预言家因为成功预测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川普当选而走红。他近年频繁在自己的节目和访谈中谈及中国，甚至可以说，帕克的未来图景里，中国是最关键的变数之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主要集中在2方面，一是对外的军事冲突，二是对内的政权变革，两者相互交织。帕克在2024年初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到了台湾附近将有刀光剑影。他具体描述，在台湾周边一些有争议的小岛上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感觉有人拔出了刀剑，好像中共夺取了你们的一个岛屿。这暗示大陆可能对台湾外围的小岛，例如金门、马祖或南海岛礁，动手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他强调，自己不认为中共能征服台湾，
但某种军事行动在所难免。帕克推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一场意外。他以前曾预言过可能有飞机撞击事件，或者潜艇相撞等等。现在看来，台海上空和海域的中美中台军机军舰对峙频繁，一次走火误判就可能酿成严重冲突，这和他的预感不谋而合。我感觉其中一次会出事。当冲突出现时，帕克预见台湾新的领导人将态度强硬，坚定捍卫主权。同时，他看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介入，日本会在技术和情报上给予台湾大量协助，甚至与台湾共享先进的防空技术。澳洲则可能直接派出军舰进入相关海域支援。这些预测非常具体，也符合目前国际形势的走向。日本近年来积极强化对台合作，澳洲也越来越关注台海安全，并与英美组建 AUKUS 同盟。如果未来某天中国大陆与台湾爆发小规模战事，而日本、澳洲乃至美国卷入其中，那将印证帕克所言，也正是88万家口中的世界主要强国卷入的冲突。所幸帕克认为冲突未必演变成全面征服战争，中共可能只是在周边寻衅，但不管怎样，这足以把全球推到战争边缘。短暂的几周或几个月的军事交锋，都将严重冲击全球市场与安全格局。这难道不正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吗？不论胜负如何，光是中国和美日澳在西太平洋直接对抗，就会是二战后前所未见的剧烈变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令人瞠目的是内部巨变部分。他直言不讳地多次预测，中国执政的共产政权将走向崩溃。在他的远见中，他看到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埋下政权不稳的种子。比如，中国近年房地产和债务风险积累，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引发社会不满。一旦物质生活不再增长，人们对统治者的容忍度就会降低。帕克感觉中国的统治基础相当脆弱，政府维持稳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持续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和民众物质生活改善。如果经济一旦陷入困境，人民对政权的态度可能急转直下。他预言，最终中国会分崩离析，解体成多个较小的国家或自治区。这种说法听起来石破天惊，因为当代中国在地图上是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泱泱大国，怎会突然分裂？但帕克描绘了一种可能的结局。当中央政权崩溃后，广大的中国版图上不同地区可能趁势取得自主。例如，他提到香港将再次获得自由，有望成为独立或高度自治的城市国家；西藏也将解放，脱离北京的控制；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或许出现类似情况。最终，中国本土将分裂为数个新兴政权，各自治理，但他们之间可能组成一种类似欧盟的松散联盟，在民主基础上合作共处。帕克甚至引用了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些理念，因为孙中山曾设想过建立中华合众国或邦联制，允许各省自治联邦。这或许就是帕克认为中国未来会走的路，先是统治崩解，继而在新的民主原则下重组。试想，一个统治中国大陆超过70年的政治体制土崩瓦解，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秩序被改写，这将对世界造成何等冲击？东亚地缘格局将彻底变样，全球经济链条瞬间断裂重组，各大国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定。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都已经造成巨大波澜，而中国的体量比苏联更大，与世界的联系更深。倘若真按帕克预言那样四分五裂，将是近代以来最震撼的地缘政治事件，完全称得上震动世界。帕克并未给出确切的年份，但在不同场合他暗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他提醒要注意未来几年的经济动荡和权斗，可能在2025年前后出现关键转折。也有解读认为他所说的清算之年是指2026年，届时若中国陷入战事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政权可能走向冰川式崩塌，即表面僵硬稳固，内里却在断裂消融，终于在某个时刻轰然垮塌。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测，但帕克的话已经引起许多关注中国局势人士的讨论。这会不会是一个惊人的先见？除了帕克，还有其他西方的预言先知近年来对中国发出了惊人之语。例如英国的托米·阿拉约米 Tommy Arayomi， 一位自称得到神启示的先知型牧师，他在分享的信息中多次谈到中国，
甚至直接以圣经意象来比拟。他曾问道，埃及的石灾是否要降临中国？他指出，在圣经故事中，埃及法老因奴役以色列人而遭上帝降下10场灾难惩罚，而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灾异，从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云南的异常虫害，到天空出现奇怪的云雨光等等，这些都像极了石灾的现代翻版。鱼群离奇大规模死亡，漫天诡异白色昆虫飞舞，城市上空惊现血红色天空。这些近年中国各地报道出的奇事，被阿拉约米解读为上天在警示与惩戒。他认为中国近年的厄运并非偶然，而是对其统治者的警告，就如同古埃及法老不肯释放奴隶，上帝用灾祸迫使其低头一样。这种将中国近期的天灾异象宗教化的诠释颇具争议，但不得不说，在预言的语境下，他强调的依然是中国式末世剧情的关键。阿拉约米还曾分享他对台湾局势的预感，他说自己在异象中亲眼看到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计划，仿佛影片在眼前播放。他据此发出预言警告，台湾将面临最后的军事冲击。这与帕克、万家等人的预测不谋而合，不同的先知从不同角度都指向台海冲突这个未来可能的巨变点。当多个来自西方的独立预言渠道都不约而同聚焦于中国与台湾，我们不能不感到心惊。也许这真是一个正在酝酿的大劫难。值得注意的是，阿拉约米和其他一些西方宗教预言家经常引用圣经启示录来解析现今局势，其中一个经典意象就是大红龙。启示录第12章描述末世出现一条大红色的龙，肆虐一时，最后被天使击败。许多基督教思想家将这红龙比喻为邪恶政权或撒旦势力的象征，而近代以来，不少人直接把红龙影射到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常用红色旗帜，尤其中国的执政党徽章中就有一条红龙形象，且中国古文化里皇权也以龙为象征。于是，在某些预言诠释中，启示录的红龙就被看作是红色中国政权的象征，其最终命运是被天降之力所毁灭。这个解读跟前面诺查丹马斯画稿中天火烧东方恶龙的含义何其相似，东西方不约而同画出了恶龙末日的图景，令人不胜唏嘘。此外，启示录第16章还提到末世之战，东方的众王将率领2亿大军横跨干涸的幼发拉底河，参与最后的大决战——哈米吉多顿之战。当这段经文在20世纪被重新审视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古往今来能动员2亿军队的，现实中似乎只有拥有14亿人口的现代中国。尤其在60年代，中国正式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武装。在对照圣经里来自东方的2亿军兵，很多圣经学者开始猜想，难道启示录早已预见了东方将有一只空前绝后的雄狮？而那东方众王是不是指中国及其盟友在末日时参与全球战争的角色？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连2000年前的宗教经典都把中国或东方大国放在了结局时刻的核心位置。西方的信徒们读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现代的中国，因为他们相信那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剧目很可能会以中国势力的动向为引线。纵观上述种种，无论是古老的诺查丹马斯、近代的凯西与万家，还是当代的帕克与其他预言家，他们的视线最终都交汇在一个焦点：中国。几百年前的预言画像描绘了中国的巨变，几十年前的梦话呢喃预告了中国的觉醒，而眼下的种种神秘信息更是直截了当地谈论着中国的战争与变革。这些来自西方的声音，有的警示灾祸，有的展望希望，但都不约而同地在说，中国即将成为决定世界走向的中心。或许有人会质疑预言究竟能信多少？确实，上述内容有的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论，有的是捕风捉影的解读。然而也无法否认，这些预言中的许多细节与现实走势之吻合，超出了巧合的范畴，令人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假如预言真的灵验，那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而中国恰恰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心点。为什么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也许从现实分析，他们看到的是世界权力东移的趋势。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举足轻重，因此任何全球性事件都绕不开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中国参与或引发的事件，
往往就具有全球影响力。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拯救经济的重要引擎；又比如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从中国蔓延全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轨迹。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古代那样闭塞孤立的存在，而是深深融入全球化的体系里。因此预言家们聚焦中国，也许正是反映了这种国际现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预言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讲出了地缘现实的重要。然而，许多先知预言中的中国角色，并非只是普通的大国崛起那么简单，他们赋予中国某种宿命般的意义，要么是灾难的引爆点，要么是救赎的希望之源。在他们的叙事里，中国仿佛背负着全球的因果，将在关键时刻拨动历史天平。这种带有命运论色彩的观点，或许来自东西方长期文化积淀的奇妙共振。毕竟，中国本身也有大量古代寓言，从推背图、烧饼歌到刘伯温碑文，无不预示着朝代循环与末世浩劫。那些古老汉语写就的预言，几乎都指向一个结局：在经历大动乱、大灾劫后，中国以及世界将迎来新的圣人出世，新的太平盛世。这与西方预言家口中的剧本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西方人用的是他们熟悉的意象，龙、兽、上帝等，中国人用的是自己的符号，天灭、圣人、太平。当两边的预言内容开始印证彼此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穿越文化的神秘力量，它在不同语言的预言中都指明了同一个方向。如今，许多西方预言研究者也开始研读中国的预言典籍，因为他们意识到，要解开未来的谜，也许中国的线索不可或缺。正是这种东西方预言的交汇，使得中国被推到了全球预言中心的位置。换句话说，全世界关注未来的人，如今无不在关注中国，期待从中找出印证预言的蛛丝马迹。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缥缈难测的预言？2026年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正走入那些预言描述的时间点。未来几年，也许正是验证预言真伪的关键期。倘若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局，无论是战争、政权更替，还是精神复兴，那我们这一代人将亲历历史巨变，见证预言成真。到那时，回头看这些先知的话语，或许只剩下叹服与钦羡。原来一切早有迹可循。然而，如果这些预言终究只是传说，中国没有迎来剧烈风暴，而是继续在复杂的挑战中前行，那么这些故事也至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稳定。预言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让我们保持警醒，去思考如果最坏的结果可能发生，我们该怎么办，以及如果最好愿景能够实现，我们该如何努力。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一个中国的变数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方程。西方先知们再三提及中国，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东方大国在全球舞台的角色。我们或许正在走向一个历史关口，在那里中国将扮演决定性的主角。当命运之轮转动时，预言中的场景也许会一一展开。台海局势是否如预警般恶化？北京政坛会否出现意料之外的巨变？14亿人民将经历怎样的考验与蜕变？而这些又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反思？让我们带着理性与谦卑，继续观察时局的演变，同时回想这些横跨数世纪的预言之声，也平添一份宏大的视角。我们终将迎来答案揭晓的那一天。也许届时回望，我们会说，原来如此，原来诺查丹马斯的龙真的燃烧了，原来凯西口中的中国觉醒真的到来了，原来万家警告的战火真的燃起又熄灭了，原来帕克看见的自由新生真的破土而出了。又或者，我们将庆幸地说，虚惊一场，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我们用智慧与努力避开了最坏的命运。在这未定的将来，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你我，都是历史剧本的书写者。我们虽渺小，但正如那些先知的启示所暗示的，人类并非全然受命运摆布。预言的意义在于提醒与选择。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国，我们期待见证的不仅是预言的实现，更是人类共同谱写新篇章的契机。无论风暴将至还是云开日出，
中国这片土地正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期许与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下一幕即将展开，而预言的回声也许就在耳畔回响。东方巨龙的命运将牵引世界的未来。历史有时就像一面无声的镜子，映照出权力的虚妄和宿命的轮回。如今的中国，或许正站在风暴来临前那片血红色的天空下。在2025年接近尾声时，香港与大陆夜空中出现了罕见的血月，仿佛不祥的预兆。一些熟悉历史的人不禁心头一震。明朝末年崇祯帝自缢前，血月笼罩京城。1911年清朝灭亡时，武昌起义也发生在血月之后。甚至近代的非典疫情、大地震与战争也常在血月前后降临。天象或许只是自然现象，但历史赋予它的象征意义往往令人不寒而栗。而就在这诡谲天象之下，一个惊人的预言正在网络上发酵：中国即将发生大事，现有政权将被推翻，中国可能分裂成许多小国，整个版图都将改变。这听起来宛如灾难电影的剧情，却是来自英国预言家帕克 Craig Hamilton Parker 最新发布的警告。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引发轰动的预言家。帕克是英国知名的灵媒和占星师，因多次命中重大事件而声名大噪。他曾在大多数人将信将疑的情况下成功预言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将脱离欧盟，伊丽莎白2世女王辞世，以及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等重大事件。这些听似离奇的预测后来一一成真，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因此，当帕克发表最新的预言时，人们不得不认真倾听他的观点。帕克表示，他的灵视和推演并非凭空而来。近年来，他还深入研究了印度古老的纳迪棕榈叶预言，这是一套据说5000年前写下、代代解读流传的神秘预言体系。令他震惊的是，纳迪叶片中的未来图景与他自己长期感知到的未来走向高度一致，这更加坚定了帕克对自己预见的信心。他强调，历史的车轮隐约循着某种周期运转，人类或许正步入一个命定的转折点，而2026年，在他看来，正是这关键转折正式引爆的年份。帕克在2025年岁末发布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视频，明确指出，2026年不是普通的一年，而是一个清算之年、重置之年，也是人类文明的转折之年。他预言多种过去反复提及的事件将在此年汇集，一齐爆发。他直言，长期积累的乱局会在2026年产生引力聚合效应，各种危机同时涌现，彼此交织，加速推动历史巨变的到来。对他而言，2026将是混乱中重组、新旧秩序交替并伴随巨大觉醒的一年。那么这场巨变会从哪里开始呢？帕克的视野先投向了中东，他坚信伊朗终将爆发革命，多年来一直预告伊朗政权会迎来垮台的命运。到2025年底，我们已经看到了征兆，伊朗经济濒临崩盘，引发3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抗议浪潮。民众从要求改善经济转向公开喊出推翻神权政府的口号。在冲突中，军警节节败退，政府机构遭冲击，宗教领袖的巨幅画像被愤怒的人群焚毁。甚至在2026年元旦，已有退役上校公开呼吁现役军人倒戈站到人民一边。帕克认为，这一连串事件只是更大风暴的前奏。他早在去年底的预言中提到，我看到伊朗将发生重大政变，而如今革命气息已经出现苗头。果不其然，新年伊始的局势迅速印证了他的预见。更令人震撼的是，就在2026年开始后不到一周，远在拉美的委内瑞拉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长期独裁统治该国的总统马杜罗竟被美军在一次突袭行动中活捉。美国特种部队在1月初夜间迅即出击，一举擒获了这位备受谴责的暴君，并将其押解出境接受审判。这是继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之后，美国再次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制裁西半球的独裁政权。消息传出，举世哗然，委内瑞拉国内民众奔走相告，狂欢庆祝犹如重获新生。一时间，独裁者倒台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而几乎同一时间，受到鼓舞的伊朗民众也再度走上街头，高喊着独裁者去死的口号，向政权发出最强烈的挑战。短短数天内，两大独裁堡垒相继动摇，
这一连锁巨变让帕克的预言再度命中现实，也让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他对东方的惊人警告。帕克把目光从中东转向东方，尤其直指台海局势以及即将在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变。他断言，2026年将是对现存秩序的清算之年，真相大白之年。许多尘封的谎言将被揭穿，暗箱中的档案与秘密会接连曝光。在全球范围，各种诉讼调查将陆续引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黑幕可能浮出水面。他举例说，臭名昭著的爱泼斯坦案件机密文件只是开始，更大的真相风暴还在后头。同时，帕克强调2月前后将格外多事，因为那正值中国农历新年，也恰逢民间传说中的灾难之年赤马年开端。他注意到中国传统预言里提及赤马红羊节的说法，每60年出现一次的丙午马年与丁未羊年被视为大灾变的周期。上一次出现赤马红羊年是在1966年前后，当时碰巧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巨大动乱，而2026年又将进入这不祥的周期。帕克发现中国古人的这种警示与他所感知到的灾难景象高度吻合，令人不寒而栗。帕克警告，真正改变东亚格局的导火索极可能来自台海的一场意外事件。他多次在幻象中看见，在台湾附近2架军用飞机发生空中碰撞，或是2艘潜艇在水下相撞。这看似偶发的意外，却犹如点燃火药桶的火花，将使台海局势霎时急剧升级。可以想象那惊险一幕，碧蓝的台湾海峡上空，战机高速对峙缠斗，一瞬间金属巨响划破长空，2架飞机猛烈相撞，火球伴随浓烟坠入海面。同时在幽暗的深海中，潜艇的声呐尖利地响起，巨大的钢铁艇身因碰撞而震颤。这种原本谁也不愿看到的军事意外，一旦发生，将使得各方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霎时间，导弹上膛，舰队出航，台海上空战云密布，全球目光为之聚焦。帕克说，这起意外冲突很快会牵动日本，面对盟友台湾遭受攻击或濒临危机，日本将被迫卷入战局。于是，东亚几大强权骤然对峙在战争边缘，一场局部冲突有失控扩大的危险。不过，帕克看到了这场冲突的一个出人意料结局，台湾不会被攻陷或并吞，相反，这场仓促爆发的战事将成为中国共产政权走向瓦解的开端。他把这形容为中国政权冰川式崩塌的序幕，就像一座庞大的冰川，表面看似坚不可摧，实则内部早已有无数裂隙。这次剧烈的外部冲击将令冰川开始整体塌陷，先是出现几道清晰可见的巨大裂缝，随后嘎吱一声，厚重的冰块突然大面积断裂崩落，整个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坍塌。具体来说，帕克预测2026年3月将是高度敏感的危险期。在这段时间里，台海发生军机或潜艇碰撞的概率飙升，各方军事单位都绷紧了神经。一旦事故成真并引发武装冲突，中国方面可能试图对台湾进行武力威慑甚至有限打击，以为多年来磨刀霍霍的武统计划找寻突破口。然而，局势的发展将大大出乎北京的意料。由于美日等国迅速干预斡旋，战火虽燃起，却无法顺北京的心意蔓延。中国不但没能解放台湾，反而因轻启战端而深陷泥淖，国际制裁接踵而至，周边国家全面警戒，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链条骤然紧绷甚至中断。更糟的是，这场冲突将使中国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帕克反复强调，台海之战对中国而言将是灾难性的阶段，因为战事压力和全球制裁会加速引爆其内部早已潜伏的经济危机。请想象一下这种情景，战事消息一出，国际资本闻风而逃，中国股市债市猛烈动荡，同时能源和粮食供应受到威胁，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原本就存在的失业潮和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风险上升。短短几周内，中国经济可能从增长停滞转为急剧崩盘的态势。帕克断言，这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企业倒闭，工人罢工，民生凋敝，各地抗议示威此起彼伏，甚至爆发骚乱和冲突。过去以高压维稳闻名的中国政府，忽然发现自己疲于奔命，自顾不暇。更为雪上加霜的是，
帕克在预示中多次看到一种诡异的气体事件将在东方发生，成为压垮中共政权的另一根稻草。他形容那似乎是一团翻滚的毒气云，与东方某地有关。这团毒云可能源自火山喷发，也可能来自大型工业事故、海底天然气泄漏，甚至可能是某种极秘密武器的试验失控。不论来源如何，结果都是惊人的有毒气体在空中蔓延，笼罩大范围地区，导致大量生灵陷入危险。这起离奇的灾难将在中国国土上引发巨大的恐慌和混乱，并直击中国内部深层的问题。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场景，某座化工城市上空突然响起刺耳警报，天空出现诡异的黄绿色烟雾弥漫，居民闻到刺激性气味后纷纷头痛恶心，医院被迅速挤爆，政府却迟迟没有透明公布事故真相。舆论管控下，各种谣言四起，有人说是工厂爆炸漏了毒气，有人怀疑是邻国投下生化武器，信任的缺失导致民众恐慌逃难，交通瘫痪。这样触目惊心的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苏联末日的切尔诺贝利核灾。当年的核事故加速了苏联人民对政权失去信任，成为帝国解体的催化剂之一。同样的道理，帕克认为这毒气事件将象征性地揭开中国长期隐藏的诸多深层矛盾，例如对公共安全的漠视、官僚腐败、资讯封锁等等。它就像照妖镜一般，让百姓彻底看清体制的弊病，进一步动摇中共的统治根基。除此之外，帕克还预见了网络世界的致命一击。他警告，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将突袭全球，在金融系统中引发连锁混乱，而中国将首当其冲地遭受打击。想象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某天世界各地的银行系统突然集体当机，股票交易无法进行，电网与交通管理系统也相继故障，人们的存款凭空消失一大半， ATM 无法吐钞，各种数位服务陷入瘫痪。这正是帕克所形容的全球金融失序景象。在这场网络灾难中，可能有国家级的黑客组织趁虚而入，也可能是新型 AI 病毒脱缰肆虐。不管源头如何，结果是各国皆乱作一团，而网络依存度极高的中国尤为脆弱，数亿人的支付生活瞬间停顿，企业交易资料尽失，银行资金流转受阻，甚至政府部门内部通讯系统也受到干扰崩溃。财经专家将这形容为一场金融海啸，它不仅席卷世界，更让中国经济遭受决定性的重击。战争、经济崩盘、灾难事故、网络瘫痪，多重危机宛如巨浪，一波波拍向中国这艘庞大但已有裂纹的巨轮。局面发展到这一步，帕克指出，中国最高层的权力核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多年来稳坐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此刻将深陷政治与个人命运的双重危机中。早在2025年时，帕克就在其预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习近平身处的隐忧。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习近平可能长期受某种慢性疾病折磨，甚至怀疑涉及癌症。尽管习在公开场合总是极力营造强健有力的形象，例如迈着稳健步伐检阅部队，扛枪穿军装展示他战士的一面，但这位预言家形容那不过是强弩之末的表象。据帕克了解，中共权力圈内对习的健康问题其实心照不宣，许多高层人物或许早已嗅到一丝异样，静待时机变化。帕克用了一个惊悚的比喻，习近平周围那些虎视眈眈的政客就像闻到血腥气味的野狗与秃鹰，随时准备撕咬瓜分猎物。一句话道破中南海残酷的权力现实，表面的绝对忠诚其实不过是脆弱的伪装。一旦领袖露出虚弱破绽，漫长积蓄的野心将蜂拥而上。帕克预言，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将在2026年出现明显恶化，随着战事失利、经济崩溃和灾难频仍，巨大的压力和挫败感势必对他的健康造成严重打击。届时，不管是身体原因还是政治责任，习都将难以再稳坐权力宝座。帕克甚至断言，习近平极可能在2027年前下台退场，结束他长达10余年的统治生涯。而一旦这根定海神针倒下，中共政权的末日也就开始倒计时。这并非耸人听闻。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模式。强人政权往往把所有权力与荣耀集中于一人，但也因此埋下亡国的种子。当那个人倒下时，
整个体制便群龙无首，迅速瓦解。例如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稳定一时，可他一死，接班人无力回天，几年后苏联就四分五裂。中共当前体制下，袭击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的离场极可能引发激烈的权力真空和继承人暗战。帕克在预言中甚至透露，2026年中共高层将出现离奇的人事震荡，可能有重量级的军方人物失踪或被清洗，暗示着一场宫廷内斗正在酝酿。随着领袖退出舞台，各派势力你争我夺，中共这个庞大的统治机器将开始四分五裂，自我撕裂。此时此刻，回头再看帕克先前的断言，中共的崩溃将如冰川式崩塌，是不是越发觉得贴切？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会等到遥远的未来才发生，而是从2026年起就会有清晰征兆浮现，并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持续发酵，直至2030年前后达到最终局面。那最终的图景是什么样呢？帕克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撼的未来蓝图。中国垮台后，中国将进入重构期，可能走向多元而分散的结构。帕克预言，在中共集权崩解之后，目前统一的中国版图将出现松动，甚至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小国。最终，这些新生的国家将如同今日欧洲各国那样，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组建一个友好联盟，边界趋于开放，人们可以自由往来贸易，各成一国又合作共存。他举例说道，比如西藏会分出去，香港也会分出去，也就是说，一些长期受中共统治的边疆民族地区和特别行政区，未来有望脱离北京的控制而独立自治。而中国内部幅员辽阔的各省各地，也可能按照文化和经济差异形成若干新的国家。听起来这仿佛回到了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群雄逐鹿。但与战国血雨腥风不同的是，帕克勾勒的更像是一种现代版的邦联体系，各国之间不是仇敌征战，而是类似欧盟般在平等合作中谋求共存。这样的预言无疑非常大胆，也让不少人震惊。难道中国真会四分五裂吗？要知道，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从未经历真正的分裂，即便文革动乱、苏联解体时，中国也保持了统一。但帕克的预见并非毫无依据。环顾世界，我们并非没见过类似的巨变，昔日如日中天的苏联帝国不就突然解体成15个国家了吗？时间倒回1990年代初，苏联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僵化中摇摇欲坠，一夜之间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曾经版图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顷刻土崩瓦解，让世人震撼不已。中国共产政权与前苏联体制本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当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统治信用彻底破产时，走上苏联后尘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中国历史本身就经历过多次朝代更迭与天下分合的循环。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朝代末年往往战乱四起，割据林立，经过一段群雄竞逐的混乱时期后，又重新统一。例如汉朝灭亡后出现三国鼎立，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割据，元朝之后汉人明朝重建，清朝灭亡后民国初年也一度军阀混战，各省几乎独立为政。那些时期的中国，地图上同时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局面。虽然当代的民族国家观念与古代诸侯不同，但政权瓦解导致领土分裂的现象，放诸古今中外皆有迹可循。帕克的预言是2026年只是开端，中国的分裂不可能在1年内立刻完成，但迹象将越来越明显。或许在动荡开始后，一些边远地区就会出现离心倾向，新疆东突厥斯坦可能出现强烈的独立声浪，西藏自治运动重新高涨，内蒙古也可能寻求更大自主，香港和澳门作为一国两制的特区，届时也许会要求完全的高度自治，甚至事实独立。中国广大的东南沿海富庶省份与内陆贫困地区本就差异巨大，当中央政府权威崩解，这些经济中心区域可能率先自组新政权，以维持秩序和繁荣。北方的北京、东北，南方的广东、上海、江浙，西南的川滇，华中的两湖两广，不难想象，各地实力派人物将纷纷而起，各自统筹一方。在最坏情况下，中国或现出数十年未见的权力真空与割据态势，但在较乐观的版本中，各地经短暂震荡后达成共识，
设立松散的联邦或邦联架构，以避免无谓内战，让人民免受更大苦难。那么这一切什么时候会尘埃落定？帕克认为可能要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新格局才会成型。他强调，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变，而是一个过程。2026年揭开序幕后，未来几年中共统治将如强弩之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了关键节点，历经战乱和动荡的中国各地终于开始重拾秩序，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那时候，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个东亚联盟式的新体系，昔日大一统的中国变成数个国家，但彼此经济文化联系紧密，人民依然有共同的文明根基，只是不再由集权统一控制，而是以民主自由的价值连结。在这样的前景下，东亚或许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没有霸权扩张，没有内部殖民式的压迫，每个地区都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时和平共处。面对帕克这个惊人的预言，许多人会问，中共政权为何会突然垮台？看似稳固的中国大局怎会说变就变？其实，这就像前面冰川崩塌那个比喻，巨大的冰层早已遍布裂缝，只是外表仍然完整，一旦触发临界点，就会土崩瓦解。中共的统治结构本质上可以说是一座靠强力支撑的空心大厦，这座大厦的地基正被以下因素一点点侵蚀掏空。首先是经济下行，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托，许多人默许专制是因为日子一年比一年好。然而近年来增长奇迹难以为继，制造业外迁，失业率高企，房地产泡沫濒临破裂，地方债务黑洞难以填补，老百姓感受到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年轻一代甚至出现躺平和摆烂文化，对未来失去信心。经济的颓势让中共苦心经营的执政根基变得动摇，饭碗端不稳，政权坐不牢，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其次是社会撕裂，在高压统治与信息封锁下，中国社会表面一片祥和，但暗流涌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权贵资本垄断资源，导致民怨沸腾，官民矛盾尖锐，贪腐横行，使百姓对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各族群各阶层之间缺乏坦诚沟通，彼此隔阂越来越深。尤其2022年底爆发的白纸运动，年轻人举白纸抗议风控已露出社会，忍耐到了极限。虽然中共一度用强硬手段平息风波，但那其实是压抑不满情绪的最后一根阀门被打开的信号。社会内部的离心力已在积蓄，一遇重大危机就可能全面爆发。再次是信仰缺失与精神枷锁。中共几十年来以无神论和党权至上取代了传统道德信仰，导致中国社会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在生活压力与道德真空下，许多人陷入犬儒与麻木，只求自保。政府则以民族主义和对外仇恨作为新的准宗教去凝聚人心。然而这种狂热爱国主义制造的凝聚，不是发自内心的道德共识，而是一种被操纵的情绪幻象，稍有不顺就可能反噬政权本身。一旦政权无法再满足民众的民族复兴幻想，转瞬就会丧失号召力。最后不得不提集权统治自身的弊病。中共长期以来篡改历史，操控舆论，封杀言论与信仰，用谎言维系统治，用恐惧换取顺从，从小教育人们感恩党的恩德，将国家和政权绑定为一体，把任何不同声音都打成反华势力。这套洗脑灌输也许能压制一时，却无法永远禁锢灵魂。现实中，一个以谎言搭建的政权终究经不起真相的冲击。当内外交困加剧，人们将越来越清醒地识破中共的欺瞒手段。民众一旦明白了中共不是中国，它只是劫持中国的少数统治者，就会开始思考摆脱枷锁的可能。许多中国人内心早埋下了渴望真相与自由的火种，只是在高压下不敢表达。而一旦这火种被点燃蔓延，集权的堡垒将不攻自破。综上所述，帕克所描绘的中国巨变图景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建立在对当前现实的深刻洞察之上。这听来惊悚，却并非毫无根据。经济、社会、信念、权力结构的多重危机，早将中共大厦掏空成一副虚壳，只待骤风吹来便会坍塌。帕克的预言只是预示了那阵骤风可能很快到来。在战争挫败、天灾人祸和人心思变的交织下，中共冰冷僵硬的统治终将碎裂。当然，
预言毕竟是预言，再准确也不是既定的命运。巨变临头，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还是人。那么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大动荡，中国人民将走向何方？帕克的预言里隐含着对中国民众觉醒的期待。他引用了圣雄甘地的一句名言：真理和爱虽会晚到，但终将胜利。暴君与凶手虽貌似不可一世，最终也会倒下。这句话或许正是对未来最清醒的注脚。中共的倒台也好，中国的重生也罢，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内心黑暗的驱散和光明的重燃。可以预见，在巨变的风雨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抛弃恐惧，开始发出真实的声音。也许一开始只是几个大学生在网上勇敢质问当局谎言，或者一些普通人在街头默默举止写下心里的话，但这些看似渺小的举动，往往能在沉默的大地上点燃星星之火。集权最害怕的不是人们在街头的怒吼，而是长久沉默的人们开始互相交换真实的信息。当谎言被一次次戳破，当百姓不再盲从附和，这个政权便如风中残烛，稍一动摇就会熄灭。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性的开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透过三退运动宣告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哪怕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声明，也是精神上的自我解放。退出中共不再与谎言为伍，意味着从心理上挣脱了恐惧的枷锁。这些年来，已有上亿人做出了这样勇敢的选择，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非暴力觉醒运动之一。中共对此惧怕万分，因为他清楚这代表着自身伪装出合法性的根基正在被一点点抽空。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勇于直面真相，拒绝为专制唱赞歌，拒绝被民族主义仇恨绑架，那么中共煽动的那些狂热将失效，谎言的堡垒终将自我崩解。中国人民真正的出路不是等待任何外来拯救，而是从自身开始醒悟和行动。只有识破谎言，拒绝充当集权的附庸，勇敢的且理智的传播真相，彻底在心灵与行动上与中共划清界限，未来的新中国才有可能诞生。当这一刻到来，中共政权便会如朽木遭墙般轰然倒塌。总而言之，帕克的这番预言为我们展现了2026年前后中国以及世界可能发生的惊涛骇浪。这其中有战争的危机、灾难的考验，也有真相大白和觉醒带来的希望。他甚至提到更令人不安又振奋的预示还在远方。帕克相信地外文明其实真实存在，且长期造访地球。各国政府因恐惧与羞愧而隐瞒此事，但在即将到来的转折期内，人类或许会迎来大揭露之年，外星文明的真相将昭然于世。如果这也属实，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将见证的不仅是国家政权的更迭，更是人类对自身处境的终极反思与新生。听完这些预言，也许有人兴奋，有人质疑，有人不安。然而无论预言是否全面成真，有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未来几年，世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考验，中国也是将经历脱胎换骨的震荡与转型。正如帕克所说，2026年可能是人类走出黑暗，迈向新纪元之前必经的一次大清算。我们或许正在亲历一段改写历史的日子。当风暴过境回首再看，也许多年后的人们会将2026年前后视作21世纪的分水岭。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巨变中，东方古老的文明将如何涅槃重生？14亿中国人将迎来怎样的命运转折？是陷入更深的黑暗，还是迎来光明的晨曦？这一切最终要交由时间和人民自身去回答。历史从不眷顾欺骗者，更不会永远庇护暴君。或许真理会迟到，但永不缺席。暴政看似猖狂，但绝非长久。当黎明的光辉穿透漫漫长夜，我们终将知道帕克的预言是否应验。而无论结果如何，可以确信的是，中国的未来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每一个敢于追求自由与真相的普通人，都在默默书写着这部宏大的历史剧本。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那终将到来的新篇章。试想一下，在短短一天之内，整个世界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所有航班全面停飞，天空中没有一架客机轰鸣，所有道路拥堵不堪，高速公路上汽车接二连三地撞成一团，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与混乱。
医院的停尸房里塞满了猝不及防的遇难者，这可不是灾难电影的桥段，而是某天清晨我们可能面临的现实场景。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变故仿佛在24小时之内突然降临，让全球同步瘫痪。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吗？但如果这一刻真的到来，你准备好了吗？这并非耸人听闻科学的警告，历史的先例以及神秘的预言都在敲响着警钟。在这致命的一天里，我们熟悉的文明秩序会瞬间瓦解，飞机无法起飞，正在空中的航班被迫紧急降落，甚至失去联系，地面的列车和汽车全部停驶，一辆辆撞在一起，公路变成废铁牧场，电力系统大面积瘫痪，手机和网络彻底中断，城市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警报声此起彼伏，医院无法运转，救护车困在路上，人们惊恐地待在原地，与外界失去联系，只能从收音机断续的杂音中拼凑世界末日般的景象。这就是全球空域关闭、交通瘫痪、停尸房爆满的画面，仿佛末日降临的一天。一个日出之前还繁华喧嚣的文明世界，在日落时分竟变得死一般沉寂。如此极端的场景真的可能发生吗？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可以在一天之内将地球变成一座失控的孤岛？为了找出答案，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片段和科学的推演中抽丝剥茧，一步步逼近真相。事实上，人类并非没有体会过大范围交通停摆的滋味。历史上的几次事件，尽管规模不及全球，但也让部分地区的天空与道路瞬间安静，成为未来更大灾变的缩影。911恐袭事件，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怖攻击。当天早晨接连发生的飞机劫持和撞楼惨剧震惊世界。为防范更多袭击，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下令全美领空关闭，所有民航班机紧急降落或返航，美国境内的航班全面停飞长达2天之久。原本繁忙的机场变成空荡荡的停机坪，广袤天空中看不见一架民航客机的身影，数万名旅客被迫滞留在陌生城市。人们这才意识到，只要命令一下，一夜之间航空交通可以完全静止。911事件后，美国人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现代空中交通网络可以如此脆弱。那短暂的几天仿佛让时间凝固，亦是人类首次在国家级范围内按下航空业的停止键。冰岛火山灰危机，2010年4月，冰岛的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猛烈喷发，滚滚火山灰随风飘散，短时间内覆盖了大半个欧洲的天空。火山灰云对飞机发动机具有极大危险，于是欧洲各国只得紧急关闭领空。短短几天内，从伦敦、巴黎到法兰克福，20多个国家的主要机场陆续停摆，超过10万架次航班被取消，数百万乘客行程泡汤，滞留在异乡机场。欧洲上空从未有过这般寂静，往日川流不息的繁忙航线，此刻空无一机，停机坪上的客机整齐排开，却没有任何一起飞的动静。这场火山灰造成的航空大停摆持续将近1周时间，航空业损失数十亿美元。而人们更关心的是，区区一座火山就能瘫痪整个欧洲的空中交通，那如果灾难再大一些，范围再广一些呢？新冠疫情封锁，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同样让全球交通体系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急刹车。随着病毒蔓延，各国纷纷限制旅行和边境出入，不到几周时间，国际航班锐减大半，知名航空公司停飞绝大多数航线，世界各地的机场陷入一片死寂，大批飞机长期停放在停机坪上蒙尘，繁忙的城市道路上也变得车稀人少，许多国家实施严格封锁令，公共交通几乎停顿。虽然疫情带来的交通瘫痪并非瞬间发生，而是逐渐蔓延，但仅用了1-2个月，人类就亲眼见证了现代交通网络如何如多米诺骨牌般整体崩垮。连锁反应之下，航班取消，港口关闭，地铁停开，计程车停运，仿佛人为按下了全球的暂停键。这次经历让我们明白，当危机足够严重时，政府和社会会毫不犹豫地关停交通系统以求自保，而现代人引以为豪的流动性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中东战火蔓延，就在不久前的2026年初，中东地区的剧烈动荡再次证明了空域关闭离我们并不遥远。
2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导致波斯湾局势急速升温。短短几天内，伊朗、以色列、伊拉克等交战相关国家先后宣布领空禁飞，连带着周边的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多国出于安全考量也紧急关闭领空。全球最繁忙的几座中东转运机场，如杜拜国际机场、卡塔尔哈马德机场等，被迫全面停航，数以千计的航班临时取消。在短短24小时内，原本川流不息的国际航线突然大乱，飞往中东的班机凌空折返，飞越该区域的远程航班不得不绕飞，导致欧洲、亚洲的航班大面积延误，大量旅客被滞留在机场，行程陷入瘫痪。有人拍下当时 Flight Radar 航班追踪地图的截图，中东上空一片空白，仿佛禁飞区烙印在地图上，而周围航线拥挤曲折，全球航空网不得不为这场战事拐弯绕路。所幸这次空域关闭主要局限在中东区域，但已让全球航空业头痛不已。可见一场区域战争尚且能让国际航班鸡飞狗跳，那如果爆发的是世界级冲突甚至全球性危机，航空交通是不是也将全球范围陷入停摆呢？上述种种事件给我们提了个醒，交通瘫痪并非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现实中发生过的剧本。911的瞬间禁航，火山灰的1周封锁，疫情数月的停滞，中东战火的区域断航，这些前兆与缩影证明了现代文明的交通体系其实非常敏感。一旦遇到极端情况，我们引以为傲的全球化网络可在几小时至几天内土崩瓦解。试想，如果有一天多种灾难同时发生，或者更大规模的危机突然降临，我们是否会经历一场空前绝后的交通大崩溃？接下来，我们将从科学的角度探讨到底哪些灾变可能在24小时内把全球交通打回石器时代。要让整个世界在1天之内突然停转，需要一个足够剧烈且瞬时发生的事件。究竟是什么灾难有能力在短短几小时内同时把飞机赶下天空，让车辆动弹不得，使无数生命霎时间逝去？科学家提出了几种可能性，有些听上去像科幻，但并非没有根据。超级太阳风暴来自太空的电磁脉冲，一个看不见却毁灭性的杀手，可能来自9300万英里外的太阳。太阳表面的巨大能量爆发，如日冕物质抛射，会喷出高能带电粒子流，如果直击地球，将引发强烈的地磁风暴。历史记录中最有名的超强太阳风暴是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当时太阳耀斑引发的电磁风暴让全球天空出现壮丽极光，甚至在低纬度的加勒比海都能看到极光，如同天空燃起赤红火焰。但伴随美景而来的是毁灭威胁，强大的地磁感应电流瞬间摧毁了19世纪的电报通信网，不仅多国电报线路中断，更夸张的是，电报机因过载而火花四射，甚至引燃了办公室的纸张。要知道，那时候人类社会几乎还没有现代电网和电子设备，没有飞机、汽车，我们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今日。因此，卡灵顿事件在当年虽造成一些混乱，却谈不上世界末日。然而科学家一致警告，若同级别的超级太阳风暴今日再临，人类文明恐将面临空前打击。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某日太阳黑子活动剧烈，突然一道特大号 X 级太阳闪焰在太阳表面炸裂，几分钟后，强烈的 X 射线和极紫外线抵达地球，高层大气造成电离层扰动，全球 GPS 导航和无线电通信立即大范围中断。接着约1天之后，更可怕的太空全击登场，日冕物质抛射形成的高速带电粒子云抵达地球，猛烈撞击地磁场，引发特级地磁风暴，强劲的磁暴感应电流疯狂涌入输电网络，烧毁无数变压器和电路。几乎同一时间，世界各地的电力系统像多米诺骨牌般纷纷跳电，美洲、欧洲、亚洲的大电网陆续崩溃，整个地球陷入大片停电之中，城市灯火骤灭，电梯戛然停摆，人们惊慌地拿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此时此刻，正在高空飞行的民航客机也遭遇噩梦导航仪、无线电失灵，驾驶舱仪表疯狂闪烁警报，飞机如同失明的鸟群，无法与地面联系，彼此之间也失去引导。为测安全，全球航空当局只能发出全面停航令，让所有航班紧急就近降落。
不少飞机冒着风险在陌生机场落地，一些飞行途中电子设备完全故障的客机甚至可能发生坠毁。短短数小时内，全球空域被清空，从来没有哪一天像现在这般，天上没有一架载客飞机。而在地面，情况同样凛冽。强磁暴带来的电流不仅攻陷电网，也让铁路信号、交通号志全部失灵。一辆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因停电紧急刹车，有的出轨相撞，城市里红绿灯集体黑掉，十字路口车辆乱作一团。现代汽车虽然不像古老电报般直接冒火花，却也饱受电磁脉冲干扰，尤其是高科技的新款车，可能会突然引擎熄火或电子控制失灵，导致高速公路上连环车祸。毫不夸张地说，一场超级太阳风暴足以让现代人所有仰赖电子与电力的交通工具瞬间停摆。就在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曾评估，如果再来一次卡林顿级太阳风暴，光美国境内就可能有 1.3 亿人遭遇停电，关键基础设施需要4到10年才能完全修复，全球经济损失或将超过2万亿美元，是2005年卡崔娜飓风损失的20倍。更不用提这期间因交通瘫痪和基础设施故障将会发生多少次生死攸关的灾难。试想在停电影响下，医院的生命维生系统停止运转，无数依赖仪器的病人生命垂危，消防系统失灵引发大火无人可及，核电站冷却系统断电造成泄漏险情。可以说，强烈太阳风暴就像上帝按下的一颗电磁脉冲炸弹，让人类一切现代科技统统哑火。如果我们毫无防备地迎来这一击，24小时内真的可能发生全球航空禁飞、交通瘫痪、死伤激增的局面。科学家早已严正警告，未来1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地球再遭超强磁暴冲击绝非不可能。尤其我们正处于21世纪20年代中期，太阳正趋近活动高峰期，2025年前后将迎来一轮太阳活动极大期。一些太空天气专家提醒，最近几年太阳黑子数超出预期攀升，太阳活动变得格外活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年某一月，很可能一场不期而至的超级太阳风暴，让现代文明遭遇前所未见的大停电与交通大乱。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迎接这场来自太空的终极考验。全球核战与 EMP 攻击，另一个噩梦般的场景，是人类自己一手导致的全面核冲突或高空核爆所产生的电磁脉冲 EMP 攻击。冷战时期的军事专家就曾推演过，一旦爆发核大战，各国首先会将核弹引爆在大气层边缘，以产生强力 EMP 瘫痪对方电子设备。在数百公里高空引爆的核弹，虽无直接暴风和辐射伤害地面人员，但产生的 EMP 波可在毫秒之间充斥广袤区域的电网和通信线路，其破坏效果甚至不亚于上文所述的太阳超级风暴。事实上，一枚适当当量的核弹在高空引爆就足以覆盖整个北美或欧洲大陆，瞬间让区域内所有未经防护的电子装置烧毁失灵。这意味着大范围永久性停电和通信中断会在一瞬间发生，飞机的导航和电子系统会因 EMP 而报废，导致高空飞行器坠毁，地面的车辆和火车也会像被施了定身咒，一切基于电子点火或电脑控制的引擎统统熄火，甚至当你转动汽车钥匙时，它已经因为电路板烧毁而毫无反应。更糟糕的是，核战还可能伴随直接的人员大量伤亡。假如数十枚核弹在世界各大城市引爆，24小时内伤亡人数将以100万、1000万级增长，无数遇难者来不及安葬，停尸房爆满，乃至无法统计罹难者。同时，各国政府基于军事戒备会立刻关闭领空，所有民航机全部停飞，以避免被误击或卷入战场。城市中实行戒严令，坦克和装甲车开上街头，普通民众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许出门。回想二战末期广岛长期遭受核打击时的情景，那只是区区2颗原子弹，就让日本全境铁路停运，运输体系陷入瘫痪。而一场全球规模的核武冲突，其毁灭性将上升无数倍。如今各大国核库存的威力足以毁灭地球几次。若真不幸引爆，人类建设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将在一天内倒退几百年。虽然全面核战是最不愿想象的末日场景，但在国际局势动荡的今天，
并非毫无可能，任何擦枪走火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此，每当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时，我们都不得不担心人类会否亲手将自己送回没有飞机和电力的黑暗时代。小行星撞击与全球天灾，倘若不是人祸，那还可能有天灾瞬间打击全球交通吗？科学界常提到的一种末日级天灾是小行星撞地球。6600万年前，恐龙们就在毫无准备中迎来了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结果尘埃遮天蔽日，食物链崩溃，巨兽们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如此规模的绝灭级撞击非常罕见，但稍小一些的小行星撞击仍可能对我们高度连通的文明造成剧烈冲击。如果一颗几百米宽的近地小行星突然从雷达监测漏洞中冒出，在没有提前预警的情况下坠入大气层，会发生什么？假设它在高空爆炸或落入海洋，产生的电磁干扰和冲击波同样可能摧毁大量卫星和地面电网。事实上，有研究指出，陨石高速掠过大气层时会形成强电流，和 EMP 有类似效应。同时，冲击波犹如无差别的大地震，足以摇碎机场塔台，震毁公路桥梁。若是落海引发超级海啸，沿海港口城市将瞬间遭遇灭顶之灾，全球航运供应链中断，公路、铁路也因基础设施被冲毁而无法运作。虽然这类灾难发生概率极低，但一旦发生就是灭顶之灾。别说交通瘫痪、停尸房爆满，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社会的结构解体。因此，各国才投入巨资研发太空望远镜，监测近地天体，生怕出现盲区杀手。如果有朝一日警报真的响起，一颗大型小行星将在24小时后撞击地球，那我们大概也只来得及做一件事：停下一切日常秩序，准备迎接末日。届时，全球航班会立刻全部停飞，让飞机待在地面以测安全，民众被要求就地避难，远离交通工具，政府彻底接管电力和运输调度。换言之，小行星来袭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终极刹车信号，我们只能祈祷绝无这么一天。综上所述，无论是超级太阳风暴、核 EMP 攻击，还是小行星撞击，科学层面都指出了瞬间瘫痪全球的可能路径。上述灾变会导致同一结果：飞机停飞、车辆停驶、电网报废、通信中断，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次生灾难与大量伤亡。当然，这些都是极端情景，但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就在2012年，美国航天总署 NASA 曾披露一个惊人消息：该年7月，一场规模堪比卡林顿事件的超级太阳风暴曾与地球擦肩而过。幸亏那次爆发生在地球公转轨道的另一侧，否则我们现在很可能还在收拾满目疮痍的残局。当科学家频频发出警告，当种种极端情节在我们时代越来越可能上演，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如果末日24小时真的降临，人类将何去何从？然而，科学之外还有另一种警示的声音，那就是来自古老预言和现代灵媒的神秘信息。我们不妨再换个视角，看看许多流传的末世预言中是否隐约描绘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景。从圣经启示录到诺查丹马斯4行诗，从远古的玛雅预言到近代的班加加加、盲眼龙婆预言，历史上不乏对世界末日或巨大转折的预言。这些预言中有不少提到过大灾变和人类的浩劫时刻，尽管真伪难辨，他们往往提供了一种超出科学范畴的视角，或许冥冥之中有人在向世人示警。近年来，随着地球问题不断累积，气候、战争、瘟疫此起彼伏，种种末世论调再次流行起来。在众多声音中，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波尼 Bopony。 这位被称为圣经时钟专家的预言研究者，因多次发表惊人之语而广为人知。他结合圣经历史周期和现代事件走势，提出了一系列对未来的推测，其中就包括对我们探讨的这场全球灾变的紧急警告。波尼警告说，一场如同全球加强版911的巨变即将到来，而且发生时可能毫无征兆，瞬息发生。他形容这将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事件，全地球80亿人都会同时见证神迹般的巨变。简单来说，波尼认为人类正逼近一个历史的分水岭，
你的人生将被分为之前和之后2个阶段，发生在这分水岭那一天的大事，将让世界彻底改观，再无回头路。这番话听上去近乎末日宣告，那么波尼口中的史诗级事件究竟是什么？他并未明确点出具体形式，但从他多次谈话中的线索可以拼凑一二。在2025年9月的一次节目中，波尼引用圣经中的故事做比喻，他说这次全球震动将比摩西过红海，比死亡天使降临埃及，比一夜歼灭18万亚述大军还要巨大。这些圣经典故可不简单，过红海是指上帝让以色列人在绝境中脱困的神迹，死亡天使降临则是出埃及记中第10灾，上帝派天使一夜之间击杀埃及所有长子，令法老屈服的事件。歼灭18万敌军出自列王记，讲的是上帝派天使一夜灭了亚述王西拿基利的18万大军，拯救了耶路撒冷城。伯尼的意思是，即将到来的这场灾变，其规模和戏剧性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神迹与灾难。他甚至强调，这将是史上最大震动，全球性的超级911，没有人能错过它。换句话说，不管你身处何方，这件事发生时你都会感同身受，被深深震撼。这不正对应了我们开篇描绘的那种全世界同步停止的场景吗？波尼等于是在预言，一场来自神的干预将瞬间令全球现有秩序瓦解，大批邪恶势力被清算，人类将被迫集体觉醒。波尼的预言细节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他提到死亡天使已经降临人间，这让人联想到圣经中那位夜里飞过埃及夺走长子性命的天使。如果此番死亡天使再临，而且是全球出动，会发生什么？波尼直言，到时你将看到街上遍地是遗体。在他的描述中，似乎真有那么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突然倒下死亡，场景如同古埃及长子之死的灾难重演，只不过范围扩大到全世界。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些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如3日黑暗的末日预言。在天主教和民间预言圈中，所谓3日黑暗指的是未来某个时刻，全球将陷入持续3天的绝对黑暗，期间魔鬼和邪灵肆虐，人们若离开屋舍就会遭不测，只有点燃祝福过的蜡烛祈祷才能幸存。而3日过后，邪恶将被清除殆尽，光明再次降临世界。波尼的说法与这传说如出一辙，大量作恶之人将在短时间内被天谴淘汰，好人坏人将被区别对待。他甚至明确指出，这次将是上帝对世界的介入清算，要震动80亿人，唤醒世人远离邪恶。如同当年上帝降下灾难，迫使法老放走以色列人，如今他要让现代人从魔鬼编织的全球奴役体系中解放出来。波尼借用了启示录的名词，称我们当下处于神秘巴比伦崩塌的前夜，即全球邪恶统治系统行将瓦解，人类将迎来一次新的出埃及。那么这神秘巴比伦指的是什么？波尼和一些预言解读者认为，它象征当今盘根错节的全球权贵集团和腐败势力，包括那些把持着金融、政治大权的所谓全球主义精英。在波尼看来，这批作恶多端的权贵已到了最终审判的时刻，属于他们的大淘汰即将开始。他警告，那些与魔鬼勾结的全球精英，诸如几个世纪以来掌控财富的某些家族，这将是他们最黑暗的日子。他甚至指出，全世界与邪恶政权为伍的人也难逃此劫，其中还特别点名，所有参与或效忠中共集权体制的人，如果不赶快醒悟退出，也将被神的力量所淘汰。这听上去十分惊人，但对熟悉某些信仰团体如法轮功理念的人而言并不陌生。他们长期呼吁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所谓3退，以免日后陪共产邪灵一同灭亡。如今波尼的预言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站在邪恶一边的人将被打上兽的印记，而遭神清算；反之，正直善良、敬神信神的人将得到庇护，在劫后余生。有种说法是，末日来临时，善者如同门楣上有羔羊血记号的以色列家，死亡天使会掠过不侵，而恶者将如埃及长子般被收割。波尼的话颇有这种意味。除了波尼，还有其他来自不同领域的预言也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谋而合。
譬如有盲眼龙婆之称的保加利亚预言家巴巴万加巴巴万嘎，虽已于1996年去世，但他留下的许多预言近年来频频被拿出来对照。其中一项预言提到2025年世界某处一座沉睡的千年火山将突然爆发，震撼整个人类文明。万加更进一步警告，2025年将是人类灭绝的开端。他预言了4大灾难会在那年接连发生，包括全球多地强烈地震、特大洪水、超级火山喷发以及社会动荡。这讯息让不少人联想到美国黄石超级火山，一座沉睡数万年的巨兽，一旦苏醒喷发，其威力足以覆盖半个美国，影响全球气候，对人类社会造成毁灭级打击。巧合的是，波尼在预言中也提到火山爆发会是大戏开场的信号。他认为当某座活火山突如其来的喷发熔岩，就意味着神开始清理邪恶，如同熔岩烧尽污秽一样。倘若真的如万加和波尼所示，某个年份，也许就是2026年前后，突然一场跨越国界的巨变降临，剧烈天灾连连，人祸动乱不止，那我们描绘的24小时末日图景可能正是序幕。届时，各国会不会戒严断航？各大城市是否陷入黑暗混乱？一切都与我们今天的推演惊人的吻合。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波尼多次暗示这场全球巨变的时间窗口。他特别提到几个关键日期：9月22日至24日，并强调夏末秋初。在9月21日夏天结束之后，他建议人们赶紧拿笔记下这些日期，因为先知们反复强调这几天将发生无法逆转的大事。波尼甚至指出，好莱坞多部末日灾难片中都隐约出现了9月22到23日的彩蛋，例如电影《末日倒数》设定小行星在9月22日撞击地球，《神秘代码》中太阳耀斑毁灭地球的日子也是9月22到23日，还有深海末日出现9点22分的关键时刻，仿佛流行文化早已埋下，预示夏末9月的某几天，人类将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天会改变一切，你的生活将不再一样。尽管我们现在处在2026年，波尼最初锁定的2025年9月已过去，但种种迹象显示，那预言并没有失效，只是在酝酿。毕竟，就在2025年秋末，环球局势已风云变色，中东战火爆发，强震天灾频仍，太阳活动异常活跃，或许真正的大戏尚在叙事，随时可能揭幕。有观点认为，波尼提及的巨变也许是一连串事件的累积，并非精确锁死在某一天。正如他说的，很多事情将在1周内尘埃落定，标志着无法回头的时刻。也就是说，一旦开端出现，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我们所描述的世界停摆状态。而一旦走到那一步，人类社会将被推向怎样的新局面？波尼和许多末世预言都没有把话说死，反而给出了充满希望的远景。在他看来，这场史诗级震荡虽以混乱和清洗开始，但最终将迎来人类史上最辉煌的10年。邪恶势力倒台后，财富与权力将重新分配。他提到会出现规模巨大的财富转移，例如以白银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暴涨，全球腐败金融体系土崩瓦解，诚实善良的人反而受益。这与许多宗教预言契合，黑暗过后是黎明，新世界将重建在更公正的基础上。波尼甚至说2025年将是一切改变的起点，随后的10年会以你无法想象的辉煌方式展开。如果他的话成真，那么我们经历的这一场全球性暂停将不仅仅是灾难，更是旧秩序向新纪元过渡的必要阵痛。诚然，预言从来都有其模糊性，对未来的描述可能经过象征润色，不宜逐字解读。但当科学和预言在某种程度上殊途同归地指向大变局将临时，理性的我们或许该做好2手准备：一手握着科学知识的盾牌，一手拿着古老智慧的灯盏，才能在黑暗降临时不至于手足无措。假如明天真的迎来我们描绘的24小时全球停摆，我们每个普通人该怎么办？也许有人会想，如此天崩地裂的灾难，个体的力量渺小如蚁，根本无能为力啊。的确，我们无法阻止太阳风暴爆发，无法单枪匹马阻挡核导弹，
也预测不了神明究竟何时出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束手待悔。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总胜过临可绝井。我们能够也应该在主观上为可能的灾变做好准备，包括心理调试和物资储备两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关键原则，在灾难发生的一刻可以救命。正如波尼紧急警告的那样，当它发生时，不要开车，不要坐飞机，待在原地。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我们细细分析，不要开车，无论是电磁风暴还是戒严动荡，在大灾变降临时，开车上路绝不是明智之举。首先，如果是电力系统瘫痪或 EMP 事件，车辆极可能抛锚失控，你开着车很可能中途熄火，停在路上进退不得。更糟糕的是，在路上的你还可能被别的失控车辆撞上，发生严重车祸。即便没有电子故障，大灾难来临时，道路也往往拥堵混乱，人满为患。回想2022年乌克兰战争开打时，基辅城内逃难的人潮把道路塞得水泄不通，车辆几乎原地不动。又如大地震时，公路桥梁可能断裂，开车反而把自己困在危险地带。因此留在原地，躲避二次伤害，比开车乱跑生还几率更高。不要坐飞机，如果灾变已经开始，千万不要再心存侥幸去赶什么航班了。一旦上了天，情况只会更危险。电磁干扰会让飞机迷航，极端天气会让飞机颠簸失控，战争时期民航机甚至可能被误击。历史教训非常惨痛，2014年乌克兰战争中就有马航客机被导弹击落的悲剧。在末日情境下，天空并不安全，更何况就算你侥幸搭上最后一班飞机，目的地机场多半也关闭了，你只会在空中耗尽燃油，还无处降落。所以当大灾难爆发，航空公司会第一时间停飞，与其焦急奔赴机场，不如冷静待在室内寻找其他自救办法。待在原地，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在巨大灾变里，跑往往不是出路，反而可能自投罗网。所谓原地，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熟悉且有遮蔽的地方，通常是你的家中或就近的坚固建筑内。待在原地至少有几大好处：你有屋顶和墙壁的保护，不会暴露在外面可能的危险，如坠物、暴徒、毒气等。你身边有一定的生活物资储备，哪怕是家中厨房和饮水，也比在外流浪强。你熟悉环境，知道逃生路线和避难空间，比如室内最结实的承重墙边或地下室。如果预言中的3日黑暗降临，更是千万不能外出。传说中黑暗期间出门者将遭厄运。就算不迷信预言，现实角度讲，大灾变初期外界充满未知风险，你盲目前进还不如静观其变，等待消息。很多时候秩序会在灾后逐步恢复，军方和政府会展开救援行动。如果你安全待在家，活下来的几率反而更高。试想，假如真出现街上遍地遗体的可怕场景，那些遗体多半属于灾时乱跑乱闯的人，而那些坚守原地并保持镇定的人，反而更可能平安撑到救援到来。除了行为准则，我们还可以在平时就做一些物资与技能准备，提高末日来临时的生存概率。首先，储备一定的紧急物资是明智的，在家中备一个应急生存包，里面包含3到7天所需的瓶装水、干粮、医药用品、手电筒、收音机、蜡烛、火柴等，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当电力中断时，手电和蜡烛可以照明；当自来水停供时，瓶装水就是你的生命线；当网络电话不通时，一台老式电池收音机也许能让你收到外界广播信息，了解事态发展。还有家庭应备的创可贴、消毒药水、常用药品，万一受伤或生病时能自行简单处理。备粮方面，选择那些不需加热烹调也能食用的食品，如压缩饼干、即食罐头、坚果干粮等等。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准备家用应急电源或小型发电设备，以备短时间照明和给手机等设备充电使用。这些准备听上去像危言耸听，但经历过2022年乌克兰平民在断水断电下挣扎，或是台湾地震时超市物资被抢购一空的人都明白，关键时刻唯有平时多准备，才能从容应对。其次，学习一些生存技能也相当重要，例如学会在没有 GPS 和网络时辨别方向的技巧，如观星辨向、
利用指北针地图等，学会基本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包扎止血，了解一些净水、取火的简易方法，以至于掌握徒手修理常见设备的窍门。这些技能平日里或许用不上，但一旦陷入极端情况，它们就是你渡过难关的法宝。想象一下，全球停电时，你懂得如何利用户外雨水和简单滤器取得干净饮水，那你就比毫无准备的人多了宝贵的生存筹码。又或者当附近人受伤时，你会急救，你不仅能帮助他人，说不定也为自己赢得了日后互助的伙伴。末日并不仅仅是孤岛求生，也可能是邻里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时刻。冷静、自律并富有智慧的应对，才能把绝境变成生路。最后，我们还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信念支撑。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灾变，恐惧和绝望在所难免，但是请记住，保持冷静的头脑往往是生存的关键。恐慌只会让情况更糟，你需要的是理性分析当前处境，评估周围环境的危险与资源，迅速制定行动方案。在黑暗中，理智是你最可靠的光。许多灾难幸存者的经验都表明，有条不紊地采取步骤行动，哪怕每次只解决一小个问题，都能让你逐步脱离险境。此外，心中怀有希望和信念亦十分重要。如果你有宗教或精神信仰，不妨在困境中祈祷或默想，这会给你勇气与安定。就像出埃及记的故事，以色列人门楣上涂了羔羊血记号，死亡天使便越门而过。又如中古欧洲黑死病肆虐时，不少人也是靠着信仰毅力熬了过去。信念未必能改变外在灾难，但能帮助我们战胜内心的崩溃，坚持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刻。我们当然希望上述这些骇人听闻的剧情永远只停留在纸上和荧幕中，永远不会真实上演。或许最终波尼的预言只是一场虚惊，科学家担忧的超级风暴也一直不来，那无疑是全人类之福。哪怕被别人嘲笑白准备一场，也是值得庆幸的。然而居安思危乃未雨绸缪之道，在我们享受便利文明的同时，不妨偶尔想一想，如果明天一切归零，我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家人？毕竟真到了灾变发生的时候，后悔没有提前准备就太迟了。